少女怀了一只小豹子，并且马上就要生产，可她并不知道孩她爹是谁。起因当时她刚穿进兽室，被迫绑定生子系统，1小时之内不怀孕，她就会死。于是就近找了个重伤的男人。女王硬上弓，用完就想跑。然而她不知道的是，在她走后，那个怀孕工具人竟然从人身缓缓变成了一条猎豹，满身的伤口也正迅速愈合。她站起身体，悄悄潜伏在女孩身后。这天，女孩部落遇到魔兽袭击，执服的黑豹趁虚而入，叼走了那个强占她的可恶雌性。本打算狠狠教训这小老鼠，却忽然在她身上闻到了不一样的气息。这女人竟然怀了她的崽。黑豹沉默又兴奋，叼着小老鼠走了3天3夜，打算把它带回豹族部落。然而路上意外突生，苏婉的肚子忽然抽痛，感觉这是要生了。这才几天，一问系统才得知，她的这具身体是只小白鼠，而鼠族雌性怀孕只需30天即可生产。黑豹立刻叼着它飞奔，他们要尽快找到接生的人。然而肚子却已经等不及，幸好他的生子系统有自行分娩模式。苏婉立刻让黑豹停下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他要自己生。黑豹不发一言，迅速叼着它来到一处山凹，接着张口就是一道雷电，劈出一块平地。苏婉惊讶，原来他的天赋竟然是雷电。黑豹又用嘴巴叼了些软草铺在地上，最后看着苏婉，你先将就一下。苏婉忍痛点头，让黑豹出去。黑豹虽不放心，但还是出了山洞，守在了外面。阵痛一波波袭来，苏婉痛叫了出声。黑豹忍不住回头查看情况，恰好看到苏婉的雪白长发下因疼痛而皱起的精致五官，察觉到他在偷看，苏婉勉强笑下，不许看了。黑豹嗯了一声，扭过头去。这时系统播报，这里产出幼崽还有10分钟。苏婉从空间里取出一块鱼肉，一口炫下，承受着剧痛，只等最后一刻的到来。黑豹不安在山洞外来回踱步，忽然一群灰狼魔兽闻着血腥味朝山洞围了过来，被黑豹一道道雷电劈成了焦炭。这时山洞内忽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痛叫，黑豹立刻冲到苏婉身边，而苏婉在痛叫了那一声后便昏迷了过去。脑海里响起系统的声音，恭喜宿主产下第1个子次，性别男，兽体金睛黑豹，天赋风系玄阶，复兽，金睛黑豹兽，奖励积分1000，成功生子大礼包1份。苏婉立刻操控意识，使用500积分换成了寿命，保住小命要紧。看着寿命那一栏还有500天，总算有种活过来的感觉。又用200积分激活了系统商店，没来得及细看，苏婉匆匆兑换1枚回元丹，便疲惫的睁开眼，服下回元丹，身体一瞬间就恢复了元气。她立刻坐起来，准备看看自己的第1个孩子。然而这一看傻了眼，宝宝呢？周围空空如也，黑豹和孩子全都不见踪影。等等，苏婉忽然想起系统的生仔播报信息，她生的孩子是金睛黑豹兽。原来那天重伤的男人是他，难怪他这些天一直叼着自己，管吃管喝，就是不变人形，是怕我认出他吧。苏婉心里气闷的要死，这可是他的第1个孩子，连长什么模样都没有见到，便被人给带走了，怎能不气？不过系统是积分制的，注定他只管生难管养，黑豹把他带走，倒是方便他准备下一胎了。苏婉只能这样安慰自己，当初自己在鼠族养第1胎时，倒是有一个疯狂追求自己的同族雄性琳琅，条件还不错。不过等他回到鼠族，从哥哥口中的得知，琳琅竟然和族长的女儿阿什利成亲了。虽说他是被下了情果才做的夫妻，但这个男人已经从苏婉的下一任伴侣中剔除了。他一边正常生活，一边修炼异能。是的，他从系统奖励的生子大礼包里开出了火系异能奖励。父亲和哥哥得知这个消息后震惊极了，只因雌性是无法觉醒异能的。苏婉无疑是鼠族头1个觉醒异能的雌性。这天目标任务终于出现，家里来了2个客人，竟然琳琅和他的好哥们祖鲁。苏婉的目光放在祖鲁身上，上次陪父亲去集市交易物资时，他就对着这个男人印象深刻。男人是兔族，很年轻，雄姿英发，相貌堂堂，身上还有一股草木的清香。他经常用猎物在父亲的摊位交换物资，得知他是兔族最受器重的少年雄性，而且水系天赋很高。他当即祖鲁，暂把定为下一窝孩子的爹。现在苏婉也只能把这场穿越当成一场游戏。这些男人就是他要攻略的 NPC， 雄性的等级越高，生出的胎儿天赋越高，得到的积分也越多。他的最终愿望就是攒够1亿积分，回到现实世界和妈妈相聚。而此时的祖鲁就双眼发亮，一眨不眨地盯着苏婉，既是看痴了。他从没见过这么美的雌性，而他身旁的琳琅也呆住，苏婉竟然还活着。阿什利明明告诉他，苏婉已经死于魔兽爪下了，然后大错已著，他已成亲，再也没机会了。
祖鲁完全不顾伤心的好兄弟，他要定了这个雌性。第二天便进山猎杀了一头800斤的野猪，将猪肉扛在肩上，再次敲开了苏婉的家门。婉妹妹，我今晚能留下来吃饭吗？苏婉本就对他有好感，亲手下厨用他送来的肉炖了汤。祖鲁端起碗一口下去，然后眼睛就直了。这是什么？苏婉笑眯眯的回答：胡椒猪肉汤，好不好吃？祖鲁一脸难言的看着他。你放了秦果？苏婉愕然，那个闻着像胡椒的调料即是秦果，此果只对雄性有用，怪不得他吃着没事。苏婉现在彻底傻了眼，问：那怎么办？祖鲁咧嘴一笑，却脸上全是邪气。好办啊，你来给我解。说着话，他耳朵根儿已经开始泛红，明显已经情动。没等苏婉反应，就将他拦腰抱起，朝着屋里走去，并对爹爹奥罗道：那头野猪当时见面礼，我听说琳琅给了16枚金币做嫁妆，我出60。苏婉想要挣扎，但他的力气太大了，根本就挣脱不了，只能把丑话说在前面。那个，我不会嫁给你的，我以后可能还有别的受夫，绝对不会就你一个。祖鲁毫不在意。没问题，你喜欢就好。苏婉失笑，只得同意。系统不用花积分的生子丹、金髓丹，他一口接一口的吃下，但祖鲁的精力实在太盛了，要不是吃了2次回元丹，他根本就承受不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祖鲁抱着泪昏过去的苏婉，亲了又亲，再小心翼翼地盖上兽皮毯，回了自己的住处，打包自己的行李和积蓄，准备搬家和苏婉一起过。苏婉再次醒来时，屋里只有自己，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饿，一口气削了半盘子肉了，还是觉得饿。她猜测自己这应该是怀孕了。这时祖鲁拎着一个巨大的兽皮袋子走进来，苏婉诧异地看着他，这是要干什么？祖鲁一脸兴奋，以后我就入赘给你家了。苏婉有点无语，爹爹奥罗则被他的话惊住了。这不合适吧？兔族老族长能同意？祖鲁心虚的挠挠头，没想到自家祖父竟然私下给他和狐族最美的雌性定了亲。祖鲁当即拒绝，还说要去入赘。祖父，已晚了，我和鼠族苏婉已结为伴侣，并且已经交尾。自家祖父听后差点气晕过去。苏婉边吃边回答：入赘可以，不过要多打猎，我这1个月会吃很多东西。祖鲁知道鼠族的孕期就是1个月，他难以置信地看向苏婉。苏婉点头，对，我应该怀孕了，还是一胎很能吃的宝宝。祖鲁直接傻了，这就怀了？不是说没有生育力，如果这一次就怀了，那生育力怕是不是生子娘娘转世？他激动的差点跳起来，转身就要走，因为苏婉说不吃响肉干，只想吃鲜肉，那他就去打最好吃的鹿肉给他。祖鲁就这样入赘成了他的受夫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胎苏婉总是吃不饱。过了系统才知道，可能是他吃了金髓丹的作用，金髓丹能提高腹中胎儿的天赋等级，这应该会是一窝厉害的宝宝，所以只吃肉不够，还要吸取天才地宝中的能量才行。于是第2天，他便让祖鲁打猎时留意一种叫七星赤果的东西，只说自己喜欢吃这果子，遇到的话采回来一点就行。没想到祖鲁极其上心，转身就要上山寻找，可出门却碰见了气候后的琳琅。祖鲁抢了好哥们喜欢的人，早已准备好了面对他的怒火，两人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。琳琅虽然输得很惨，却很是不服。可恶，明明先遇到他的是我，要不是我受伤了，输赢还未必。甩掉琳琅，祖鲁很快在山上找到了七星赤果。然而这果子竟然有一只黄阶双头狼镇守，不过祖鲁并不惧怕，从前他一直在隐藏实力，其实他是水木双系异能，与这凶狠的恶狼缠斗几番，随着一声惨叫，七星赤果很快到手。这惨叫声就连山下的琳琅也听到了，那条双头狼魔兽他知道，就算他没有旧伤在身，也不可能这么快电杀了。这下他算是输得心服口服了。晚上苏婉如愿吃到了天才地宝，饥饿感终于消失，甚至还打了个饱嗝。看着男人满足的笑脸，苏婉原本平静的心忽然起了一丝涟漪。她也是昨天才知道，这男人并不相信自己是真怀孕了，只当她是太想怀孕而产生的假孕反应，历经一次就能中，放在生育力低下的兽氏是不可能的。然而他仍对苏婉千娇百宠，凡事亲力亲为，把人照顾得白里透红。期间鼠族族长以苏婉生育力不明为由，想把自己的孙女罗娜塞给祖鲁，并让苏婉做小，被祖鲁生气的回绝。然而每当看到男人眼神炙热，近乎着迷地看着他，苏婉心中都有些愧疚，感情无法回应。苏婉便身体力行地补偿祖鲁，各种新花样让他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欢愉感受。转眼几日过去，苏婉的肚子跟吹气一样的鼓了起来。事实证明，苏婉确实是怀孕了。祖鲁之前有多放纵快活，现在就有多后悔。幸好宝宝胎相稳妥，鼠族孕期很短，转眼距离生产就剩3日。这天苏婉忽然被一个噩梦惊醒，她一阵心悸，仿佛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与此同时，千米外的原始兽林中，一只10多米长的巨蛇蛰伏在树丛深处，死死盯着树下正和魔兽缠斗的祖鲁。夜晚时分，苏婉终于等到了祖鲁回家，然而往日温柔的兽夫今天却有些陌生。祖
祖鲁放下猎物，走到他面前，低头盯着他的脸，就像是第一次见面一样。尤其看到他高耸的肚子后，表情从冷漠转变成隐隐的兴奋。苏婉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仿佛被一种冷血动物盯上似的难受。在细看之下，祖鲁的神情恢复了往常的温和，他便慢慢放下心来。或许是他怀孕后想多了。夜里，苏婉再次陷入噩梦，这次她梦到自己被一团浓雾死死缠住，热得她无法喘息，最后窒息惊醒。而睁眼时，却惊恐地对上祖鲁那双幽深的眼睛。祖鲁表情收敛，出言安抚：“就噩梦了吗？”声线低沉而诱惑。苏婉听着他的声音，噩梦的恐惧感散去，心底升起一股难言的冲动。想起往日两人的激情，忍不住靠近，情境意图明显。祖鲁诧异挑眉：“你现在呢？”苏婉脸红点头。她的生子系统附带被动技能，孕期但没事，反而更容易顺产。祖鲁呼吸变沉，目光深处一道红芒极快闪过。“你确定？”苏婉正好眨眼，没有注意到那道红芒，只用力点头：“很确定。”祖鲁笑了，摸了摸她的脸颊，软软的手感好极了，但随即却拒绝道：“还是等你生了吧，不急。”可苏婉却不信邪，以前祖鲁对此非常积极，根本经不起斗，于是凑上去啃了下她的唇。然而这一啃，苏婉愣了下，她的唇一片冰凉，不像以前那样温暖了。苏婉疑惑问道：“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祖鲁摇头否认。然而接下来的几日，祖鲁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。先是有谣言传出，说他最近和族长的女儿罗娜关系暧昧，但苏婉却不信。在他眼里，祖鲁就是个十足的颜狗，否则也不会一见到他这张脸就不管不顾的迷上了。明知他生育力不明，还执意入赘他家，但那罗娜确实个矮凑胖，真正的祖鲁不可能喜欢他。后来又发现，祖鲁和周围兽人打交道时，他表面客气有礼，温和热情，但实际上那笑容就像是一个假面，英俊好看却不真心。以前的祖鲁待人做事都十分真诚，也正是这点打动了苏婉，才让他决定生一窝黄鸡的崽子。然而来不及细想，苏婉的肚子忽然隐隐作痛，她知道自己这是要生了，一家人立刻忙得团团转。祖鲁带着猎物回来时，就看到满头大汗的苏婉，他连忙跑到床头，将一株七星赤果递给她吃。这果子也是那个人告诉他的，可苏婉却摇了摇头，眼下不需要。她被阵痛折磨得面色惨白，海湿衣襟。这一胎和上次的情况大不一样，系统播报距离产子竟然还有6小时，不知痛了多久。在拼了全力的一阵用力后，她终于肚子一空，意识也再次陷入昏迷。每次她生产完，意识都会自动进入系统，她的生命流速也会暂时陷入停滞状态。在外界看来，她没有呼吸，没有回应，就像是假死一样。此时意识世界里，系统机械音正在播放生子战报。恭喜宿主顺利产下第2的子嗣，性别女，兽体蓝灰兔，天赋木须蓝阶，复兽蓝灰兔兽，奖励150积分。第3的子嗣，性别女，兽体蓝白鼠，天赋木须蓝阶，复兽蓝灰兔兽，奖励150积分。第4的子嗣，性别男，兽体蓝灰兔，天赋水火双系玄阶，金子丹提升1阶，复兽蓝灰兔兽，奖励1000积分，生子大礼包1份。苏婉没有看生子大礼包，而是看着那些积分问系统：“小美，天赋最低的红阶的宝宝多少积分？50积分。那天阶的呢？只要000积分。所以我如果想要更多积分，就要尽量生天赋好的孩子，是必须生天赋高的子嗣。”苏婉还想继续问，意识却被系统强行移出，她外界的身体陷入假死状态。家人和朋友看她呼吸都停了，还以为她挂了。来帮忙的阿什利松了口气：“没事就好，快看看你生的宝宝，都好漂亮，也很健壮。”阿什利把3个崽崽递了过来，看着3个小动物，苏婉拼命暗示自己，以后会变成人的，会变成人的。这时祖鲁端着一碗牛乳进来：“辛苦了，婉婉。”天知道孩子出生时，他看到那个雄性兔崽子时都惊呆了。这女人什么肚子，竟然生出了火水双系玄阶，另外2个雌性也都是蓝阶的木系天赋。在兽世，天赋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天地玄黄蓝玉红阶。蓝阶虽然不高，但是西区的雌性普遍都没有天赋，这已经很是稀有了。祖鲁目光忍不住看向苏婉的肚子，什么时候下等物种的生育力这么强了？还是自己意外捡到宝了？他眼里全是金光，显然是心动了。这边苏婉接过食物回道：“我没事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以后养崽都是你的事了。在兽世，雌性稀少，只负责产子，而雄性则要负责打猎和养娃。”祖鲁满口答应。养幼崽本就是雄性的事，你好好休养身体。然而接下来的日子，祖鲁虽然表面对孩子照顾，看他们的眼神却没有丝毫父亲该有的爱意，甚至有些冷漠。苏婉现在几乎完全能肯定，眼前的祖鲁是假的，简直除了那身皮和祖鲁一模一样外，其他
他的都不同。苏婉不敢想，如果这个是假的，那真的祖鲁在哪儿？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先忍着和他周旋。然而很快事情便超过他的掌控，三个崽崽一天天长大，毛茸茸的越来越可爱，苏婉也越来越喜欢。祖鲁对他们的关注也多了起来。然而这晚，他早早回来，走到他身边。我问过了，鼠族的雌性在生完孩子后3天就能再次备孕。苏婉谎称身体没恢复，想要拒绝，却被他用力一把扯进了怀里。你并非是身体没有复原，而是对我厌弃了，对吗？苏婉一把将人推开，转身离去。因为激怒凌厉外泄，他掌心一团火球若隐若现。祖鲁在身后看见那团火，脸色凝重起来，低声呢喃道：“难怪能生下火系的崽子，原来如此。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？”苏婉在走了几步后，便放开了系统地图，100米内的景象清晰映出。他不仅看清了祖鲁惊讶的反应，连他的低语也听得一字不落。果然是假的，真的祖鲁早就知道我有火系天赋的事，还说想知道我的秘密。难道他一直留在我身边是要起我的底吗？然而真相不止如此。第二晚，祖鲁再次凑到他身前，申请再生一窝崽，不生。苏婉依旧果断拒绝，脑海里却响起系统的声音：“请告宿主，不可拒绝天赋高雄性的生子请求，再犯后积分500分。”苏婉瞬间惊得瞪大了眼睛，在心里质问系统：“你这是干的人事？”小美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：“提醒宿主，感情用事是生子系统大忌。”苏婉无语片刻，但转瞬就明白为什么生子系统会选中他，因为他遭受过感情背叛，心死如灰。如果他被情爱干扰，甚至为此拒绝再生子，那么生子系统很可能会直接灭了他，再找其他的宿主。一阵寒气袭遍全身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苏婉的意识从系统内退出，祖鲁见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脸色还很苍白，关切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苏婉心里一团乱麻，沉默很久才开口：“我准备好了，生孩子。”他目光直视祖鲁，眼里带着算计。既然系统都亲自开口让他生，那这人的天赋肯定是高于祖鲁的黄阶的，生一窝也无妨，正好可以用孩子来证明他不是祖鲁，到时看他如何否认。祖鲁有些意外，毕竟刚刚他还一口拒绝，但这种好事他当然极力配合。夜晚烛火摇曳，祖鲁的脸也映照得更加好看。没错，他的眼角眉梢比从前更多丝妖媚，不知他本身到底长什么模样。室内渐渐传出声响，苏婉觉得这也太变态强悍了，他觉得自己可能要死在他手上。祖鲁算是厉害的，他堪堪能承受下来，但眼前这位要再翻上10倍不止。苏婉只能求饶，祖鲁这才放过他，暗哑嗓音在他的耳边低语：“能接纳我的你是第一个，我很开心。”说完露出獠牙，在他的心口上方锁骨之下用力地咬了一口。苏婉感觉一股剧痛袭来，眼前一黑昏了过去。祖鲁看着鲜血下那对完美的齿印，满足地笑了：“烙下我的印记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了。”苏婉昏迷了没多久就醒了，从系统商店先取了孕子丹、金髓丹吃下，然后又花了1个积分买了回元丹，体力瞬间恢复，但精神上却还是疲惫的。他的精力仿佛无限一样，若非有回元丹，未必能接受得了他。生子系统真不是简单做做就能行的，天赋高的雄性往往代表着强大，全方面的强大。餐桌前，祖鲁精神奕奕地在切鱼肉片，见到苏婉时明显带着3分讨好。起来了，我准备了白鱼肉，鲜甜口味的，一点也不咸。苏婉道谢接过，举动间还带着一股慵懒媚态。祖鲁顿觉又有些口干舌燥，声音愈发低哑：“除了鱼，还有什么想吃的吗？”苏婉看着碗里的鱼肉，腹中忽然升起一股控制不住的恶意，她又想暴饮暴食了。金髓丹的副作用又开始了。苏婉看着碗里的鱼肉，腹中忽然升起一股控制不住的恶意，她又想暴饮暴食了。金髓丹的副作用又开始了。苏婉瞬间饿得眼前发晕，对祖鲁下命令：“我想吃7星吃果那样的天才地宝，你立刻去给我找去。”说完，又让哥哥把家里所有的鲜肉都拿来，又是一口气炫了半盆。哥哥小洛看这情况迟疑问道：“你不会又怀孕了吧？”苏婉无语地点了下头。刚走了2步的祖鲁突然停下脚步，看向他的肚子。确定？苏婉微微眯眼，上次也这样，你不很清楚吗？祖鲁身形一顿，等着，我这就去，再多1小时。苏婉打开了系统地图，看着他在出门后瞬间消失在了地图范围内。他竟然会用瞬移术，他要花50积分才能用的系统道具。然而这胎宝宝的潜力似乎超乎他的想象。苏婉的食欲比上次要可怕得多，吃肉时几乎直接生吞，咀嚼2下都觉得慢。这么能吃，倒是也证明了这胎宝宝在金髓丹的作用下，天赋也在迅速增长。查看了一下自己现有的积分，1887分，剩余寿命433天。然而重回地球需要1亿积分，这样算来，他就算是生天阶天赋的宝宝，也要1000个才行。毁灭吧，这数字光想想他就觉得恐怖。
这时系统却告诉他，天地玄黄即是凡兽，凡兽之上还有灵兽和神兽，只要宿主努力生产，系统升级后便可诞下灵兽和神兽。好家伙，系统果然是会 CPU 我的。家里食物很快全被苏婉炫完。这时祖鲁终于回来了，手里握着一把七星赤果，直奔苏婉，一共5颗果子，他立刻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，连根叶都没放过。吃完后饥饿感终于消失，上次怀兔宝宝他只吃了1颗就够了，而这一次却生了5颗，可见复兽天赋之高。苏婉看向祖鲁，这个冒牌货本体到底是什么呢？吃完后苏婉便想出门，换上系统奖励的孕妇裙走了出来。男人看到裙子后眼中金光一闪，苏婉借口说着裙子是和东区的朋友换来的。祖鲁聊家常一样问道，巧了，我在东区也有朋友，你跟那人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是在森与兽林认识的，他是豹族。苏婉想起黑豹，就想起自己生的那个小豹仔，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了，健不健康？祖鲁的眼底忽地划过一道赤芒，问道，什么豹？苏婉瞥了他一眼，跟你没关系。祖鲁继续追问，雄的还是雌的？那请问你东区朋友是雄还是雌？看来是雄性，你和他交尾了吗？苏婉被噎了一下，这家伙真是危险又聪明。其实经过昨夜的亲密接触后，祖鲁对苏婉的态度有了很明显的变化。之前苏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现在他想做什么都被祖鲁盯着，尤其是他的肚子，唯恐动作大了伤到了胎儿。平时也经常黏着自己，无论周围街上多少人，他都依旧我行我素的跟在身边，把他当个雌人似的看着。尤其是现在祖鲁的长相越来越勾人，身高似乎也变高了些，引得众多雌性脸红心跳，对苏婉的羡慕简直要发狂。而祖鲁完全不在意其他雌性的目光，有时甚至当街就亲他，或者将他打横抱起。遇到对苏婉示好的雄性，他还会暗戳戳吃醋。这么招人，可如何是好？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苏婉能察觉出来，这个占有祖鲁身体的人似乎没有恶意，这也让苏婉对他放松了些警惕。他和祖鲁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人，他更霸道，占有欲也更强，但却也会时刻照顾着苏婉的感受。对待祖鲁的原来的家人们的也非常好。这2天苏婉肚子越来越圆，很快就要生了，越是临近生产孩子的能量需求越大，于是祖鲁也开始频繁的去兽林给他找天才地宝吃。很快临盆这天到来，祖鲁守在产房外，一脸紧张，恨不得自己进去替苏婉生孩子。但这时祖鲁的爷爷兔族老族长急匆匆进来，你二哥他昨天一早出门狩猎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听说有高阶魔兽出没，他恐怕凶多吉少啊。祖鲁看向产房，有些迟疑。老族长急道，我在这里守着，求兽神保佑儿媳妇平安生产。祖鲁犹豫了下，还是点了头，然后对产房里的苏婉道，二哥不见啊，我去寻二哥，天黑前回来。苏婉从系统得知自己还要4个小时才会生产，便放他去了。男人临走前深深地看了苏婉一眼，仿佛要记住她的容颜。到了黄昏时分，回来的却只有浑身是血的二哥。老族长顿时心惊，祖鲁呢？他怎么没回来？祖鲁呢？他怎么没回来？他为了救我，被魔兽给吃了。二哥说完就彻底昏了过去。老族长难以置信，差点跌倒。他不信自己最出色的孙儿就这么死了，派出全族去寻找，却收到回报，祖鲁尸骨无存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这时产房忽然传来痛叫，苏婉的生产已经进入最后阶段。老族长满脸悲痛自责，又不敢将此事告诉苏婉，害怕他悲痛之下一尸两命。可老头却不知道，苏婉早已通过系统听到了他们刚才的对话，他的心当即沉入谷底。祖鲁死了？怎么可能？他那么强大，天赋又好，怎么可能会死？正当他心痛之时，接产的族屋忽然着急道，再努把劲，马上就要生了。苏婉深吸了口气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孩子先生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有人喊了一句，魔兽来了。族屋脸色一惊，忙用兽人毯子盖住了苏婉，都躲进地下密道。但箭在弦上，苏婉只差一用力就把孩子生出来了。等一下，外面的魔兽也不攻击族人，只冲着苏婉所在的产房而来。路上所有的兽人都无法阻挡他们的速度。有兽人看出了势头，只冲进产房。快跑！魔兽是冲着孩子来的。苏婉看着系统地图里张牙舞爪的魔兽群，吓得脸都白了，随即腿间一股热流涌出，继而眼前一黑，进入了生子后的假死状态。恭喜宿主产下第5个子嗣，性别女，兽体鬼穿凤鸟，天赋火系地阶天赋，金嘴丹提升准天阶规则天赋，复兽鬼穿凤鸟，奖励积分5万，生子大礼包1份，母体天赋剑轴1份。苏婉听着积分，不敢置信，5万。系统小美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温柔那么一丝。是的，生子系统成长至47级。苏婉难以置信地盯着积分看，51877，这积分赚的也太爽了，一个5万了，我要给他再生2窝。宿主是要去东区吗？东区？对，生子雄性已经带着孩子离开，前往东区兽氏大陆。你说那个假祖鲁没死？
苏婉这才想起什么，忙看向附设那一栏的信息：鬼车凤鸟。宿主可要用50名积分兑换祖鲁的下落。苏婉果断兑换，要不是五儿赚的积分多，他可舍不得。积分扣除后，一条记录视频在他面前播放，前因后果都在画面里一一展示。原来真的祖鲁在和魔兽缠斗时，为了保护兄弟落败，奄奄一息之时，遇到了一个脸上戴面具的黑衣男子。面具男问他：你有什么遗憾吗？看起来十分不甘，就这么死。祖鲁苦涩地回答：我的妻子要生孩子了，我本是来为她采七星赤果和猎鹿来的，她在家肯定饿气了。面具男子回道：我可以帮你送一趟。下一刻，祖鲁就死了。男子低头看着他呢喃道：孩子，下等兽人还真让人羡慕，简简单单就能有子嗣。随后，面具男的身体幻化成一条红黑相间的巨蛇，巨蛇口中飘出一缕黑色雾气，雾气钻进了祖鲁的身体里。没多久，祖鲁便睁开了眼睛。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后面的祖鲁便是换了内心的假祖鲁。苏婉有些不解，可既然是祖鲁的身体，为什么生的孩子是鬼车凤鸟？和你交尾时还切换了自己的本体，所以你怀的是他的孩子。交尾结束后又切换回了祖鲁，还能这样？苏婉无语了。所以祖鲁是真的死了，而假祖鲁的本体是善于变换外形的鬼巨凤鸟飞禽族。那他本名叫什么？梅梅渊。我女儿，她带去了哪儿？兽食大陆东区，那里天赋高的雄性比西区多，宿主可要前往东区。怎么去？东西去之相距甚远，天堑障碍重重吗？1000积分，生子系统可把宿主送到东区。这么贵，小美你太不地道了。宿主，泉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我先不去。说完，苏婉的意识从系统内抽离，但刚出来又陷入了漆黑的困境。她点燃了一个小火球，惊悚地发现自己正在棺材里，身上锦衣华服，身下还有一堆陪葬的赤壁和金币。一问系统才知道，她生完孩子后陷入假死状态的时间里，兔族和鼠族的家人以为她挂了，把她给埋了。是，宿主现在位于地下20米的兔族祖灵墓地。20米，我该怎么上去？可以用积分，3个积分可偷困，但系统建议宿主可以直接前往东区，以与天赋高的子嗣赚取更多积分，才能更快重生地球。小美再次劝说苏婉离开西区，前往东区。苏婉也知道再耽搁下去就更追不上了，在系统的帮助下，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3个崽崽，留恋的低头亲了亲他们，身影便慢慢的消失了。转瞬间，苏婉便被传送到了东区。原本她开启新地图是为了寻找自己和鬼车凤鸟的女儿，却没想到最先碰到的其实她第一个孩子金金黑豹幼崽，以及他的副兽那个被苏婉利用的挺尸工具人。然而黑豹和鬼车凤鸟不过是前菜，东区还有大批天赋惊人的灵兽、神兽等着他一一征服。苏婉刚传送到东区部落，他走进繁华的街市，发现一群人正围在一起看热闹，于是好奇地凑了上去，忽然感到眼前一黑，有什么东西糊在了他脸上。稚嫩又兴奋的叫声在他脸上响起。苏婉刚想发火，又觉得这个叫声格外亲切，不禁愣了一下，抬起双手把他从自己的脸上薅下来，发现是一只圆头圆脑的小黑豹，一双金色树瞳格外漂亮。这时一个男子匆匆跑过来，声称这豹子是宠物店新来的宠物，还请他归还。然而小黑豹子却在苏婉怀里使劲撒欢，死活不松手。苏婉轻轻撸了这小豹子柔滑的皮毛，得知他是被人拐到宠物店的，便把小豹子救了出来，带回他住的客栈。小豹子还是不肯从怀里出来。苏婉笑了笑，小东西还挺粘人，我给你洗个香喷喷的澡好不好？小黑豹歪头看着他，确定他不是要丢掉自己，才慢慢的松开了爪子。稚嫩的嗓音让人打从心底深处柔软。苏婉从系统空间里取出小鱼缸，用火系法术将凉水加热，便让小豹子进去。小黑豹嗷呜一声跳进了水里，溅起一片水花。苏婉笑出了声，一人一崽正玩得开心，却不知道此时旅社的楼下，一位悬衣男子立在原地，对着他们的方向注视了很久。苏婉给小黑豹洗完澡，又喂了一些系统奖励的婴儿辅食，小黑豹吃完后便呼噜噜的睡着了。苏婉看他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四脚朝天，完全没有半点警惕，脸上不禁露出温柔的笑容。小家伙，以后就跟着我了好不好？苏婉此时并没有认出这是自己的孩子，只因东区大陆和他产子的森与兽林相距甚远，且路途艰险万分。他有系统的传送工具可以瞬间到达，但那只大黑豹带着小宝宝不可能走得这么快。摸着小黑豹圆滚滚的大脑袋，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，心里不禁有些失落。苏婉的生子系统此刻恰好在升级，无法给他任何提示。就在这时，有人传话说小黑豹的家人找来了。苏婉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舍，她推开了窗户往外看，一头跟大象一样巨大的黑豹站在小楼院子里，
金色的树瞳深沉地盯着他。苏婉心中一惊，要不是他的个头太大，还有时间不对，苏婉差点以为这就是那条黑豹了。他开口问：“你是小黑豹的什么人？”巨大黑豹简单回答2字：“副手。”人家亲爹都来了，苏婉再不舍也得把崽还人家，于是抱着小黑豹出了门。看到在他怀里呼呼大睡、没有受伤的小东西，黑豹终于平静了下来，慢慢的低下头，示意苏婉把小黑豹放到他的头上。苏婉却鬼使神差的顺手撸了一把他的巨头，黑豹原地愣住，沉默的看着他。苏婉尴尬笑道：“嘿，手感真好，比你儿子还好。”黑豹张嘴从他的怀中叼过小黑豹，然后变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，丢给他后就要带着小黑豹离开。苏婉打开钱袋子，竟然有几百枚金币，他以为这是谢礼，却不知这是黑豹给自己伴侣的供养。在兽氏大陆，因为雌性天生柔弱，所以需要雄性的保护和供养，即便是不在身边，那供养金也是少不了的。这是让雌性为自己生孩子，雄性一生都要付出的代价。黑豹带着小黑豹转身，又回头看了看苏婉一眼，才继续走了。几天后，苏婉用这笔谢礼和系统奖励的金币包了一家旅店。开业这天，黑豹幼崽再次出现，小家伙在对面扒着窗户，委屈巴拉的瞅着旅社门口招呼客人的苏婉。小黑豹冲着苏婉叫了一声，苏婉听到后，将系统奖励的肉干扔进小豹子所在的窗户里，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轻松接住了小礼盒。苏婉没看到这人的脸，于是对小豹子笑道：“等我忙完了，陪你玩啊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了。小黑豹立刻失望地耷拉着耳朵，一旁的黑豹把他抱进怀里。他没有认出你，以后不要再偷偷跑来了。好，小黑豹委屈地蜷缩在他的怀中，耳朵彻底耷拉下来。直到苏婉忙完，才想起自己把小黑豹忘了，急忙冲着对面的茶楼跑去。刚到2楼，就见一个男人立在门口。那一刻，他直接看愣了。男人黑色的长发及腰，金色长眸，眼尾斜起，眼神深邃俊美异常。然而此时薄唇紧抿成一条直线，显露出他此刻的心情可能不太美丽。苏婉的大脑一瞬空白，随后说道：“那个，借过一下。”男子见他一副看陌生人的表情，紧紧蹙眉：“你不记得我？”苏婉想了下，最后摇头。帅成这样的男人，他见过的话，肯定不会忘记的。抱歉，您可能认错人了，我还有事，过去一下。说完，苏婉就绕过他去找小黑豹了。小黑豹听到他的声音，一个机灵站了起来，摇着尾巴欢快的不得了。这么开心啊！苏婉抱起他，情不自禁地弯了眉眼。这一天的紧张和忙碌都疏解了。小黑豹趴在他的怀里，撒娇地舔着他的手指，讨好意图很明显。站在他身后的男人看着他和小黑豹说：“他叫裴云阳，乳名小浩。”苏婉回头，见是楼梯口遇到的男人。“你是？”“我是他的副手裴璇。”男人走到他身旁，对小黑豹道：“我们该回去了。”小黑豹很舍不得苏婉。苏婉摸摸他圆滚滚的脑袋：“跟你爹回去吧，改天再玩。”“我们住在王寿街1号。”裴璇说完地址，伸手从他手中接过小黑豹。因为小黑豹紧紧地贴在苏婉的怀里，所以难免碰到了某处极其柔软的特殊部位。随时可以来。苏婉笑着回了声好。裴璇能看出他应该在随口应付，想了想补充说：“每个月1号过来陪他玩1天，我出10个金币。”苏婉表情愕然：“如果你嫌少，可以自己说个价。”“不，也不用给我金币。”苏婉看着趴在他怀中，满目希冀瞅着他的小黑豹：“我可以去陪他，当然前提是我有空的话。”好。裴璇抱着小黑豹转身就要走，又突然回头提醒道：“明天就是1号了，我们在王寿街1号。”苏婉一愣，可已经答应了他，自然不会爽约。于是第2天，苏婉便前往那里。裴璇派了人专门在路口迎接，这里是贵族区，普通人无法进入。苏婉刚下车，就被一道黑色扑了上来，差点没把他给撞翻了。苏婉抱住他：“小浩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”裴璇紧随其后，看着苏婉，他的嗅觉不错，老远就闻到了他身上迷人的气息。男人请苏婉进门，带他参观府邸。苏婉被这阔气的园林镇住了，这住的地方也太大了，市里不会就你和小浩吧？男人点点头。苏婉看他怀里的小浩，小家伙自打扑进他的怀里后就乖乖的，半点市里不会就你和小浩吧？男人点点头。苏婉看他怀里的小浩，小家伙自打扑进他的怀里后就乖乖的，半点下去的意思都没有。如果你想住在这里也可以，空的房间很多。裴璇说完就径直往前走了，仿佛害怕听到苏婉的回答。然而苏婉还是明确拒绝：“我有旅社，不缺住的地方。对了，你的夫人呢？”裴璇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。苏婉见他目光有些复杂：“怎么了？”男人回答：“雄性有了孩子后，那为他生子的雌性便是他的妻子，除非对方死亡或明确说过不需要他做受妇，否则他终其一生不可有第2个雌性。”苏婉愕然：“竟然还有这条规定吗？那我……”话头突然止住，
他给3个雄性生了3窝，岂不是已经有3个受夫了？等等，他生完孩子后会进入假死状态，所以他们应该也以为他死了。既然人都死了，他们也就不会再挂在他这条野树杈上了吧？想到这一点，苏婉还真庆幸系统为他安排的这个假死设定，至少避了很多麻烦。见他不说话了，裴玄主动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苏婉回过神：“没什么。那小浩的娘呢？”裴玄又看了看他，并不回答，仿佛有点生气似的，扭过头继续朝前走。小浩在嗷呜一声抱住了他的脖子，使劲撒娇。裴玄平时可没有这亲切的待遇，所以听到小浩撒娇的哼几声，赌气的回道：“他娘死。”苏婉尴尬的说了声抱歉：“没关系，他应该不会在意。”裴玄带着他来到一片断崖前，想要上去山林中的豪宅，需要先爬上断崖才行。裴玄让苏婉跳到自己手心上，想带他上去，温暖滚热的手掌让他的身体有一种过电的感觉。那个，你天赋怎么样？这话完全就没过脑子，是身体本能的询问。生子系统无时无刻不在催他生子，只要遇到了合适的雄性，身体就自主的进入上班状态。裴玄看着他回答：“天赋半灵境。”半灵境那是什么？苏婉还是头一次听说半灵境。天赋不都是天地玄黄蓝绿红吗？裴玄解释道：“天阶之后是灵界，半灵境是灵阶初级。”苏婉的眼睛骤然亮了，妈呀，那她干嘛还准备去神兽学院找男人啊？眼前这不就是一个很合适的雄性吗？而且还是比天阶更高的灵阶。然而这时，系统冰冷的声音忽然响起：“请告宿主，凡兽级的生子系统未进化至灵兽级，不可越阶生子。眼前的雄性暂不可与宿主生子，请留作后备，继续寻找其他凡兽级的雄性。”他刚刚燃起的激动被浇了个干净。不过进入洞区后，系统一直是升级状态，无法使用，如今终于回归了。还带来一个好消息，系统商店上了新品了，御兽丹可随机提升幼兽灵1次的天赋，最多服用3次，只需要1积分。苏婉立刻兑换了1枚。等他的意识从系统里出来后，发现自己正躺在裴玄的怀中，两人已经来到了山上。小浩趴在他的怀里睡着了。裴玄低头看他，张口道歉：“失礼了。”“没关系，谁让我天赋不行，本体也不行。”苏婉说着，目光温柔地看着怀中的小浩：“我有个礼物送给他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”“他喜欢就好。”裴玄并不反对。苏婉补充道：“是吃的。”可裴玄还是点头。然而当得知是能提升天赋的丹药，他还是惊讶了。在兽世从未听说有丹药能提升天赋等级，他竟愿意将如此宝贵的丹药给自己。小浩正睡得迷糊时，忽然被他的老爹往嘴里塞了颗丹药，随后一阵剧烈的雷光自体内爆出。知道这是在进阶，苏婉并不担心，只静静等着结果。裴玄却很是紧张，他就这一个命根子，兽世大陆的雄性天赋越高越难有子嗣。裴玄看向苏婉，而且他未必愿意跟他再生第二个。回想起7个月前在森羽兽林内，裴玄焦躁不安地舔着刚出生的小黑豹，直到把它舔得干干净净，才朝苏婉走过去，却发现他并非昏迷，而是死了。怎么会死？生孩子是这么危险的事吗？苏婉一动不动地躺着，他轻轻地舔着她的脸庞，她纤细的颈，他因为用力抓软草而变成了草绿色的指尖，温柔地想要把它舔醒，可苏婉就是不动。天上的劫云马上就要汇聚完毕，滚滚雷声像是催命符一样，随时能劈下来。这是他从凡兽脱胎换骨成灵兽的最后一道天劫，之前99道都扛过来了，不能在最后一道上功亏一篑。裴玄低头对地上的女人说：“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，等我立完劫就来找你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活，哪怕是和死亡规则之神交易。”他用一道雷电结界笼罩住了苏婉，最后叼起刚出生的小黑豹，他需要体温保暖，否则很可能活不了。然而他没想到，等自己渡劫回来，山洞早已空空，只有地上留下一枚上品金币。男人以为这是他死后化成的，为此伤心不已。殊不知苏婉早已离开，而这枚金币则是破坏保护结界的其他魔兽尸体幻化的。他从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还活着。此时小浩身上的雷电慢慢消散了，裴玄着实震惊了，儿子的天赋竟然从阶段提升到了地阶。苏婉见有效，立刻又取出2粒，对裴玄解释道：“1次之内的幼兽最多吃3粒，再多就没用了。”裴玄十分郑重地对苏婉道：“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”随即将另外2枚一起喂给了小豹子。苏婉笑着回道：“不用谢，说实话，我也有一个小黑豹的儿子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想来是和他有些相像的，所以我也是透过他思念自己的儿子。”裴玄看他的眼神越来越深，最后变成了一片浓厚的疑惑。他想问明白，却又有些患得患失，不敢揭穿。小浩的天赋最后定格为天阶，雷系也进化成了紫金雷，一道紫金雷柱的威力至少是普通雷柱的10倍。裴玄着实惊喜，对苏婉又恭敬地行了一礼：“以后但凭差遣。”苏婉笑着回道：“
道：“真的不用客气，不过以后可能会麻烦你点事。”他在心里悄悄补充道：“麻烦你跟我生个孩子。”苏婉打量着他，越看越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雄性。裴璇一口答应。小浩因为天赋进阶，体力消耗很大，所以陷入了昏睡中。中午，裴璇准备了丰盛的美味佳肴款待苏婉，近百十道菜让苏婉多少有些受宠若惊。裴璇正看苏婉吃东西，暗暗记下她的饮食喜好，这也是做这么多菜的主要原因。看他最先最想吃什么。这时有客人拜访，裴璇临时离开片刻。期间苏婉和旁边的侍女聊了起来，得知青金黑豹兽就只剩下裴璇一个纯血了，而且他就是这一族的族长，并且裴璇之所以能出生，是现老族长拿命换来的，用自己余下的寿命和兽皇之血献祭生命规则之神，这才求得子嗣。苏婉震惊了，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啊？生个孩子有那么难吗？他继续追问。那小浩也是你们族长这么求来的？侍女骄傲回答。当然不是了，少族长是族长半年前在森羽兽林游历时带回来的，不是混血兽，而是纯血的金金黑豹兽。苏婉愣住，半年前森羽兽林，这么巧吗？意识回了系统。小美，我问一下，小浩是不是我第一个孩子？问出口后，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。是的。苏婉手里的肉包子啪嗒掉在了桌子上，难怪裴璇会在茶楼问他那个问题，只是他确实没见过他那张脸。事急从权，他当时浑身焦黑，准确的说，上半身都血肉模糊的。要不是为了能赶紧怀孕，保住小命，他根本就不会跟他做。可是他不是半灵境的天赋吗？为什么能和我生出小浩来？当时他受伤是历劫造成的，修为压制在玄阶左右，所以宿主能生下玄阶子嗣，成功历劫后进化至半灵境。苏婉有些无语，感情我掐了个空道。不过如果他当时就是半灵境，那估计他在1小时内就怀不上孩子，更没活路了。他再次打开系统商店，仔细看，这才注意到，原来提升天赋的丹药只能给自己的亲生孩子使用，所以才只需要1积分就能兑换。小浩原来不是长得像，而是就是他的孩子，也难怪和他那么亲。裴璇一定知道，而且也早就认出了我，可他却不告诉我，为什么？难道是怕我跟他抢孩子？苏婉顾不上吃饭了，回了小浩睡觉的房间，把呼呼大睡的小浩抱起来亲了亲，然后下一瞬就把他装进了系统空间里。那是系统专门给他放孩子用的，现在正好用上。随后又变成一只小白鼠，打开系统地图，顺着偏僻墙壁角落一路溜走。既然他能偷偷带孩子走，那我也能让他也尝尝孩子丢了的滋味。等裴璇应酬完客人再来找苏婉，发现女人和儿子一起不见了，难道是他把孩子带走了？但他的宅邸遍布防御结界，只要小浩离开，他第一个就能发现。难道是有人劫走了他们两个？想到这，裴璇的脸色沉了下来，能在他的眼皮下悄无声息地把人劫走，整个皇都只有一人能做到，那便是兽皇子期。自己是半灵境的修为，而兽皇已经是灵境巅峰的修为。裴璇立刻动身前往兽皇宫去找兽皇，殊不知他万分担心的两人此时正高兴地飞起。升级成功的小豹子不仅体型长大一圈，竟还能口吐人言了。小浩一起来就发现娘亲带他出来玩，高兴地趴下。娘可以骑在我背上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哦。好啊，我儿子真是懂事呢。苏婉爬上了小浩的背，轻拍他的圆脑袋。出发。话音刚落，小浩便犹如一道闪电消失在了原地，鸟俩遨游在天空，速度快的苏婉都睁不开眼。最后小浩在兽皇陛下的临海园停下，他爹爹以前经常带他来这里洗澡。苏婉警惕地看向周围，兽皇陛下，那这里算是禁地吧？他不想卷入是非，刚想劝儿子换个地方，就见小家伙一个前扑跳进了水里，然后开始撒欢地玩。看他玩得开心，苏婉想着来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，于是又打开系统地图，看看周围有没有人。然而这一看不要紧，下一瞬浑身僵硬，手脚发麻。就在他的身后，也就3步不到的距离，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那里。那人身量极为高挑，穿的浴袍，容颜妖冶，如果不是露出的胸膛显示是男性，他还以为是个绝世高挑美女。那双紫色眼眸正灼灼凝视着他，让苏婉有些遍体生寒。系统地图只有他自己能看得到，所以对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发现了他。苏婉强忍恐惧跳进水里，快速地朝小浩游去，打算把他收进系统空间，然后瞬移逃走。却不曾想，此时裴璇从天而降，他嗅到了苏婉和小浩的气息，看向兽皇子期的眼睛刹那就红了。一场大战一触即发，黑豹追老婆追到了兽皇家，以为是兽皇抢走了老婆儿子，兽皇无辜背锅也火大得很，跟他大战了3天3夜，而罪魁祸首此刻却带着崽崽瞬移跑了。一人一崽来到兽林，苏婉想看看儿子进阶后武力如何，便让他独自对战魔兽。小黑豹被追得哇哇大叫，嘴里还不断喊着娘亲救命。他空有一身天赋，却还没修习功法，
不知道如何利用天赋战斗。苏婉见状，刚要下去帮忙，系统小美却出声阻止。既然宿主要锻炼他，可不让他先自己解决。见苏婉仍是不放心，系统打开商城页面，商城提供替身服，可替宿主幼崽挡一次致命袭击，每张要00积分。苏婉来了兴趣，追问道：“那当他遇到危险，有没有瞬移的作用，能迅速脱离险境那种？”可以附加瞬移至系统空间里，但需要再出付50积分。系统空间就是我放东西的空间吗？对，一步到位，宿主的幼崽必能得到最安全的保障。苏婉当即决定给5个孩子都来一张。她原本只是为了保险，却没想这个举动在未来会救下一个崽崽的命。天知道，当他抱着血肉模糊的另一个崽崽时，有多庆幸今天的选择。而此时小黑豹眼看就要被魔兽蜘蛛的蛛丝缠住，情急之下，天阶的威压忽然迸发，紫金雷将魔兽蜘蛛劈得外焦里嫩。苏婉顿感骄傲，我的儿子可真厉害。可生子系统却在这时给他泼了盆冷水。宿主该考虑继续生子了。苏婉有些不耐烦，等我进了神兽学院，会找生子对象的。而眼下我要教子，他不是生育机器，每时每刻被催着找人生子，当然会反感。苏婉也确实是有些怠惰了，身怀将近5万积分，便是都换成寿命，也能活100多年。可是生子系统不会让他如此悠闲下去，特别是在发现了临界的雄性后，他语气冰冷地提醒道：“连续3个月内，宿主若没有怀孕生子，系统将默认宿主抗地生子，重生地球计划将会终止。”苏婉脸色变得有些难看，我没有说过不生，3个月是不是太刻薄了些？去请宿主，该条件是宿主在绑定生子系统前的协定。苏婉想起来了，前时他死后为了抓住这次重生机会，确实有说过。想起还在地球的养母，他深吸了口气回复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可话音刚落，话落，苏婉忽觉眼前一花，整个人就从原地消失了。而就在他离开后，裴玄也终于追了过来，刚落地就看到儿子击杀了一只玄阶魔兽，震惊的说不出一个字。小豹子翻出魔兽尸体里的上品金币，兴奋的想要献给娘亲，却失望的发现苏婉原本的位置空空如也。裴玄走上前夸赞了小家伙几句，可小家伙却仍然失落。爹爹，娘亲呢？裴玄走上前夸赞了小家伙几句，可小家伙却仍然失落。爹爹，娘亲呢？裴玄脸色不太好看，但还是找了个借口对儿子解释。他应该回旅社了，明天神兽学院开学，你娘要去参加入学考试。小浩还小，三言两语的就被哄住了。裴玄变成兽身，把小黑豹放在自己的背上。要不要跟爹去杀更多的魔兽？好啊，娘说她要买一条裙子，很贵，儿子要赚钱给娘买裙子。裴玄低声答应，随后背着他慢慢的朝着兽林深处走去，眼神却带着坚定和一种势在必得的决心。而此时苏婉站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脸色十分难看。小美，你做什么？这次瞬移是小美擅作主张，但依然扣了她的积分。你带走幼崽，引起了腹兽的杀心，系统检测到腹兽身上的杀气，为了保证宿主的生命安全，启动了紧急瞬移避险。苏婉皱眉，有些不信系统的话。你说裴玄要杀我，他儿子可是我生的。对于腹兽来说，生子的雌性只是繁衍后代的工具，他们才是生子工具。苏婉忽然怒了，但又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冷漠无情的事实，彼此的存在都是工具人。这时系统忽然发出警告，检测到宿主感情波动较大，启动清除感情缓存。下一秒苏婉愣住了，一股难以名状的悲伤涌上来，但很快又消失不见了。第二天，他按照计划去参加神兽学院的开学测试。神兽学院汇聚兽食大陆最杰出的青年才俊，这么多优质工具人的集合点，苏婉当然不能错过。然而他在入学测试阶段却遇到意外，想进入神兽学院的雌性生育力是首要条件，其次才是天赋。然而随着苏婉的血滴在磁石上，磁石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苏婉心里暗道，果然又是个哑炮。测试老师宣判道，没有生育力，说话的人是温文儒雅的男人，这种情况他也是头一次见到。或许是苏婉的生育力太逆天，超出磁石感应范围，磁石每次对他的血都毫无反应。对此，所以苏婉已经相当淡定了，于是笑着对老师道，是吧，在我老家也是这个结果。老师又问，那你有什么天赋？苏婉随即调动身体里的火元力，掌心冒出一个十分明亮的火球。测试老师渐渐睁大了眼睛，火系。测试老师渐渐睁大了眼睛，火系。苏婉点头，天赋比较低。测试老师却好半天没有说话，反应过来后火速站起身，略带激动地说，我姓宗，是土系的老师，你跟我来。两人来到测试天赋的大厅，大厅内排着长长的队，少说有50人。苏婉正感叹不知道要排到什么时候，没想到宗老师竟然直接带他插了队。后面被插队的考生有些不满，但是等看到插队的是个雌性，而且容貌极其漂亮，立刻红了耳朵，甚至还有流鼻血的冲动。后面几个雄性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苏婉向他们道了声歉，便开始了测试，把手放在了测试天赋的接柱上，慢慢释放火元力。天赋接柱从最低到最高分别是红绿蓝黄玄地天。只见苏婉的
红色火苗顺着天赋阶柱上升，先是红阶，不过很快红阶就过去了，然后是绿阶，再到蓝阶，最后竟是缓缓停留在黄阶。测试大厅安静一瞬，随后便沸腾起来，所有考生都震惊得张大嘴。天啊，是火系，这都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。上次学院有火系学员是什么时候？这是谁呀？哪个大家族的子嗣？竟然有黄阶火系的子嗣！宗老师激动极了，亲自拉着这个好苗子办理入学手续，期间笑着调侃苏婉：黄阶火系却没有生育力，你这是生错了性别吧？苏婉有些汗颜，宗老师将她带到自己办公的地方，然而苏婉却见到此时宗老师的工位上坐着一个翘着二郎腿的少年，那人一头红色短发，银色耳环，衬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，个性帅气。他身形修长矫健，清秀的容貌又透着玩世不恭的洒脱。此时系统略带兴奋的声音响起：宿主，他的天赋是天阶顶加的。苏婉明白他的意思，拿下他。小美非常赞同。宗老师笑眯眯开口：他是我所教的学生里天赋最高的得意门生宗司礼，这是苏婉，今年的新生，你们认识一下。宗司礼瞥了苏婉一眼：什么意思？让我带孩子？宗老师淡定回答：他是火系的，带不带？宗司礼渐渐坐正了，打量着苏婉：我看看。冒犯了，司礼学长。说完，苏婉抬手，一个火球朝他砸了过去。宗司礼也释放自己的木系异能对敌。不出片刻，他转头对宗老师道：我带。苏婉礼貌地鞠了一躬：谢谢司礼学长。司礼点了下头，就要带他离开。苏婉又向宗老师鞠躬感谢后，这才跟着宗司礼走了。宗老师看着两个离开，脸上露出可疑的姨母笑。另一个老师走近他问：啥意思？想撮合他们？也不是不行，我儿子天赋太高，已经触碰到了半灵境的边缘，只要一个契机就能跨过去。小老头挺有心机，而这边两人也不负他所望。宗司礼回头看看苏婉，一头雪白的及腰长发披散在身后，天生一双桃花媚眼，忽闪忽闪的，像是要勾了谁的魂儿。他忍不住问：你多大了？苏婉眨眨眼：不告诉你，而且贸然问女孩子的年龄是很失礼的哟。这时天气逐渐阴沉下来，宗司礼开口道：要下雨了，我去宿舍拿一把伞，你等我。话音刚落，宗司礼的身影瞬间消失。天阶专属的瞬移啊，真让人羡慕。苏婉唇角勾起，在心里问系统：小美，我若是拿下他，你的系统能升多少？用上增加胎儿天赋的尖血丹，至少可升级至80级。他受体是什么？宿主生了孩子就知道了。告诉我有什么关系？迟早的事。这时宗司礼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两把伞，一把黑色，一把红色。苏婉接过伞，打开后发现伞上还画着一些漂亮的白色铃兰，笑着称赞：很好看的伞。宗司礼面露一丝不自在，那白色铃兰其实是他用木系法术把真的铃兰花印上去的。看着苏婉的笑颜，宗司礼心神有一瞬的恍惚，但很快又转回头。这时苏婉突然开口对宗司礼道：要不要和我生个宝宝？男人的身体一瞬间僵硬，脚也不听使唤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和你生个孩子。这宗司礼的脸都红了。我们男人看着挺随性，没想到还挺单纯，估计是第一次遇上他这么没脸没皮打直线球的雌性吧。上来就要和他生崽子，你慢慢考虑。听老师说过2天有狩猎测试，等通过后你再给我答复，或者我更希望你用行动来回答。苏婉说完就撑着伞走了，留下呆愣在原地，久久都没回过神的宗司礼。2天后的狩猎测试很快到来，这是入学后的第一场考试，苏婉很重视。然而在猎场入口却被一个蓝发的剑秀少年拦住。男人名叫荣物，天赋很高，但性格桀骜不驯，很是嚣张，上来就近乎野蛮的调戏苏婉。还没等他开口说话，苏婉的手就被宗司礼拉了过去，拖着他朝传送阵的方向走。传送阵要开了。宗司礼的声音明显有些不悦。苏婉骤然冷静下来，这才是他的第一功课目标。司礼学长，荣少他不尊重人，我想收拾收拾他。他脑子有病，你跟他一样，不也有病？宗司礼拽着他进了传送阵。脑子有病？苏婉疑惑的目光看向人物，宗司礼大步一迈，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低头开口道：我答应你。苏婉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答应我什么？小美急了：生孩子啊，你赶紧把他搞定，他马上就要进入半灵境了，到时候就生不了了。苏婉顿时一个机灵，拉住了宗司礼：好，咱们不去狩猎了，现在就走吧。宗司礼只是看苏婉一直盯着容物，感觉有些不爽，才脱口而出的话，可现在却被苏婉弄得脸红到了脖子根。那个还是先完成测试，无非就是抓几个魔兽，我帮你便是，剩下的时间都可以那个。苏婉眯着眼逗他：那个什么？宗司礼慌乱的转过头，丢了一枚上品金币，启动了传送阵。一阵熟悉的逃魂野花后，苏婉又回到了天元兽灵。本次试炼的目的是杀几头幻魔兽，这对苏婉来说并不难，当前她有更重要的事，于是转头小声对宗司礼说：要不咱们先不杀幻魔兽了，找个地方生宝宝去吧。按小美的说法，她要尽快怀上宗司礼的孩子，否则等她踏入了半灵境，那就要换目标了。宗司礼被她的豪急震惊：你是不是到繁育期了？繁育期？她有这东西吗？
正常兽人都有繁育期，宿主没有。但既然他这么说了，苏婉就顺杆向上爬。我想要，你能给我吗？宗司里的脸立刻红了个透。显然，先完成测试任务。随后便是落荒而逃。苏婉叹了口气，看来不能太着急了。宿主，我这里有药。苏婉无语，得料还有比他更着急的。原本他已经打算好好做任务，然而没过多会，他们竟然意外路过一个十分隐蔽的山洞。苏婉顿时计上心头，借口要休息会，把师兄骗到一个十分隐蔽的山洞，从系统那整了个飘飘然的药，掺进一壶酒里，然后递给师兄宗司里，七口下肚，他脸就开始发热。苏婉主动出击，伸手抱住了他的腰，随后在心里感叹：好腰啊，感觉又会是一次很辛苦又很刺激的体验。宗司里在他抱住自己的那一刻，知道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了。看来他就是发情期到了，怕我不愿意帮他，所以一步步的诱惑我。你真的做好准备了，要和我？宗司里的声音格外低哑，又像是狂风暴雨前的宁静。苏婉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应该不只是辛苦和刺激，说不定还很恐怖。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趟了。怎么？如果你不行的话，那临死他也要占嘴上的便宜。然而下一秒唇边被堵住，肆无忌惮的攻城略地。原本地面有不少乱石，不知什么时候一扫而空，还铺上了柔软舒适的床垫、被褥、锦毯。你会知道我到底行不行？都说少年郎爱荒唐，一朝贪欢便难以收场。整整3天3夜，苏婉都没能从山洞里出来，他也着实透明快乐着。系统还算有点操守，早就屏蔽了外界，在他没有结束之前绝不偷看。可等到第5天时，宗司里还要再缠着苏婉继续时，却不得不停下了，因为他天赋突然进阶，从天阶巅峰进阶到半灵境，而这道瓶颈在他看来，原本还需要10年8年才能过得去的。进入半灵境，天地间灵元气全部迫不及待地往他的身体里钻，他立刻从苏婉那撤出，盘腿打坐，开始疯狂吞那灵元气。苏婉终于得以解脱，趁着他忙着修炼，从系统商店内取了运子丹还有金髓丹，先后服下。真是少年人精益旺啊，我这有经验的都扛不住，要不是有回元丹，可能小命都要丢半条。但总算是顺利怀上了孩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等宗司里升阶完成后，就看到苏婉已经在旁边睡着了。如今她不再是凡体兽身，而是进化成了灵兽，寿命也从原来的最高150岁增加到了700岁。他看着沉睡的苏婉，眼中有一些羞涩，但更多的是他也说不清楚的暖胀愉悦，仿佛这一刻他为他做什么都可以，哪怕是去死他都毫不畏惧。原来那是这种感觉吗？难怪桃子他们会乐此不疲，便是我也把持不住。如果不是他睡着了，很可能会再来一回。苏婉被饿醒了，金髓丹能提升胎儿的天赋，但对母体却很不友好，他又被饿疯了。宗司里见他醒了，立刻看过来，你有什么天才地宝之类的吗？没想到男人竟凭空拿出一堆食物，原来他除了木系还有空间奥数。苏婉恍然，原来如此，难怪系统那么着急让我拿下他。这等修炼天赋，特别是空间这种规则类天赋，绝对是十分珍惜罕见的。看来我这一胎的孩子将来必然不简单，就是不知道本体到底是什么。然而面前的食物根本不够他吃，你去打猎吧，如果见到天才地宝了，顺便帮我带回来。宗司里以为他不喜欢吃，想要吃新鲜的肉，立刻应道：好，我这就去。这个山洞我在外面加了幻阵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你再休息会儿。苏婉点点头，无比满意。他走后就拿起一块卤肉开始吃，然而把面前的所有食物吃完，又把自己系统空间里的食物全炫了。苏婉还是一点的饱腹感都没有，这金髓丹真是要命啊！苏婉揉着饿得发疼的肚子，直觉这一胎怀起来也会很不轻松，可能比明灵渊那一胎更难。正想着明灵渊那一胎，忽然他觉得自己的系统空间内多了一个东西，一只光秃秃眉毛还被开膛破肚的小鸡仔。愣了好一会儿，苏婉才猛地反应过来，这是自己生的孩子。苏婉忙把小家伙从系统空间内取出来，看着他凄惨的模样，怒火直飙极限。谁敢伤害我的孩子？小美原本正在休眠，突然察觉到宿主的怒气值在飙升，忙启动程序查看宿主的情况。是鬼车凤鸟，宿主的第5个子嗣。我知道，我就生了一只鸟。姓名明雨珍，性别女，收体鬼车凤鸟，地阶天赋奥义火系，准天阶天赋奥义准规则黑暗。苏婉的手微微颤抖，捧着手里不知是死是活的凄惨小家伙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他还活着吗？宿主之前为子嗣准备的替身符起作用了，他现在还活着。被开膛的原因是天赋魂珠被夺。什么？失子之痛让苏婉失控。系统等他情绪平静后开口：宿主可以用2万积分恢复子嗣被夺的天赋魂珠。我要恢复。好的，宿主。小凤鸟被剖开的空洞胸膛里多了一点温暖柔和的光点，那光点迅速蔓延，最后包住了小小的身体。整个过程需要1天的时间。苏婉心疼地把脸贴在女儿的身体上，随后小心翼翼地把女儿收回了系统空间，神色冰冷地开口：妮月，你既然养不好孩子，那就不用养了。而后问系统：我要知道是谁伤害的他。宿主稍
搭档。没多久，小美把一段视频播放给苏婉。一间布置奢华的房间内，一只刚出生的幼鸟正蜷缩在床上睡觉。忽然，一个全身魔气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柄短刀闯了进来，他一把抓住了幼鸟，粗嘎的声音响起：黑暗规则奥义虽然不全，但贵在刚刚诞生，容易掠夺。幼鸟感受到了生命威胁，张口吐出了一个火球，焦急地叫着。火球打在了会议人的头上，烧去了一边帽檐，露出半张脸，脸上密密麻麻刺着大片青色的字。苏婉连忙将视频暂停，放大画面，这些青字像是什么咒语？苏婉问：能翻译脸上的字吗？这是黑暗大陆的一种符文，系统无法给出翻译。这个人是黑暗大陆来的魔兽，他是魔兽和兽人的混血，按现在的说法也叫幻魔兽。难怪能化人形说人话。继续播放视频，会议人诧异地盯着幼鸟。竟然还有火系天赋，明林渊啊明林渊，没想到你不仅有了子嗣，天赋还如此之高，可惜了，注定成为亡你嫁衣。男人手起刀落，剖开了凤鸟的胸膛，目光贪婪血光，盯着那颗发光的珠子，伸出锋利的黑爪，摘走了女儿的天赋魂珠。苏婉看到这里，心疼的都要滴血了。幼鸟最后发出一声羸弱的凄厉哀鸣，失去了生命。会议人拿出一瓶浓黑液体，倒在幼鸟的尸身上，幼鸟的尸身眨眼间化成了一小滩血水。会议人满意离开，而在他离开后，幼鸟化成了血水，又变成了一张银白色的符箓。一缕风吹过，符箓化为齑粉，随风消散。视频放完，苏婉久久难以平复，那个会议人是谁？我要他死。宿主生子系统不可作为复仇工具。那他是谁？黑暗大陆第三魔王左使魔加列。能把我传送到他的身边吗？我要手刃了他。宿主已经怀上孩子，暂时不可进行跨大陆瞬移。该死，那我女儿的天赋魂珠怎么办？能否取回？宿主已经花了积分，重新为子嗣复制了一枚天赋魂珠，原生的天赋魂珠也可取回，届时2枚魂珠融合，黑暗规则浑然一体，完整无缺。这时宗司礼回来了，看到苏婉脸色十分不好，还带着明显的愤怒，心里咯噔一声。苏婉，你怎么了？我想杀幻魔兽，既然暂时去不了黑暗大陆，无法手刃伽烈，那他就杀幻魔兽，杀光杀尽，把他引到这里来。宗司礼以为他在担心猎魔测试的事，本次测试要求每个学院必须击杀一只幻魔兽，我已经解决了。随后便从异空间里取出一枚魔兽金核和一大块已经收拾干净的鹿肉。苏婉死死地盯着灰色金核，一边把肉塞进了嘴巴里用力咀嚼，一头鹿很快吃完。苏婉竟然还没饱，宗司礼没想到他这么能吃。那个，我这就去打猎，很快。有天才地宝吗？有，我遇到1株千年人参，2株9半莲。苏婉让他放下，并催促他继续去打猎。宗司礼神情恍惚地被撵了出去，有些担心苏婉身体出了状况，他得先回一趟学院，跟自家老宗头打听打听去。苏婉开始吃天才地宝，千年人参被苏婉当萝卜一样嚼吧嚼吧吃下了肚，那种无底洞的饥饿感终于缓和了点，之后又把9半莲吃了。9半莲脆脆甜甜的，很好吃，这回总算吃饱了。吃饱喝足，他准备出去杀幻魔兽了。小美，我出去杀幻魔兽，你得帮我。怎么说，我女儿也是你看着出生的，不能就这样白白被畜生迫害，连个气都不敢出。宿主放心，安全方面系统会绝对保障。好，那咱们出发。苏婉现在满心都是复仇的怒火，打开了系统商店，开始搜索武器。只是每一样武器价格都非常贵，一把手枪需要1500积分。要知道她生第一个孩子小黑豹时才奖励了1000积分，还有手雷一个也要50积分。苏婉却毫不犹豫地打算买下来。但就在这时，系统商店忽然上新特价武器 AK12，只要10积分配5000发子弹，还有一把唐刀竟然只要3积分。苏婉眼睛一亮，好样的小美，够意思。然而这些幻魔兽皮糙肉厚，子弹根本打不进去。苏婉当即把枪收回，反手抽出唐刀。一人一同配合默契，系统负责定位魔兽位置，苏婉负责到达战场咔咔乱杀。系统出品的唐刀极其锋利，根本不是兽氏大陆的武器能比的。半天过去，整个兽林的20多个幻魔兽都死在他刀下，惊得随从老师和其他学员合不上嘴。这一届新生这么猛的吗？还让不让前辈们活？寻不到幻魔兽，苏婉就去连通2界的空间裂缝守着，出来一个杀一个。但没想到他想等的仇人没来，却来了另一个极其恐怖的存在，是比蒙巨兽。此处危险，宿主准备启动瞬移。小美确定了苏婉不是这个比蒙巨兽的对手，为了她和腹中子嗣的安全，还是决定先退。苏婉正要说话，发现系统地图里多了一个绿色光点，并迅速靠近她这里。来人是赶回来的宗司礼。苏婉丝毫没有停留的意思，直接开启瞬移，下一秒身影便消失在原地。反正师兄已经进入了半宁境，还是空间奥义，这只比蒙巨兽正好给他练手。宗司礼，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我大战1下午。等回到自己的旅社，苏婉倒头就睡。今天他是有些冲动了，自己还怀着孩子，此时体力已经到了极限，这一睡就是1天1夜过去。等他醒过来，发现床边守着一个人。宗司礼，不是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兽林里出了点事，所有的考生都先送回来了。宗司礼给他倒了一杯水。
苏婉喝完，饥饿感来袭，无奈的看着他，我想吃酒拌莲，将男人空间里的4株酒拌莲扫荡完。苏婉还是饿，一抬眼发现宗司礼正目光复杂的看着他，你也想吃吗？不，我不吃，只是这东西好像是大补之物，你吃这么多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正因为它是大补之物，我才需要吃。苏婉摸摸自己的肚子，我怀孕了，你得负责打蛇。宗司礼傻眼了，真的吗？我很确定。可我家老头子说你测试结果是没有生育力。如果不是怀孕，我吃这么些天材地宝，不得补死了。苏婉最后连酒拌莲的干茎吃了。对了，这东西的根藕呢？是不是营养更丰盛？是，只是花的药性还算温和，根藕就比较猛烈了。宗司礼还是有些茫然。老宗头说过，他因为一出生天赋就是天阶，所以早就做好了将来会抱不了孙子的准备。不光是他，就连兽皇都没有自己的子嗣，所以即使他现在也进阶了半灵境，老宗头也没有多高兴，因为他境界越高，他抱孙子的希望越渺茫。苏婉摸摸没吃饱的肚子，发号施令，给我去采根藕。我还是没饱。宗司礼恍恍惚惚的离开。就在这时，空间里的小凤鸟醒了，小家伙已经恢复了天赋魂珠，亲切欢快的往他怀里扑。宁雨真的大名他没有改，只是给他起了个小名儿叫蛮蛮。宗司礼很快扛着个大袋子回来，里面装满了酒拌莲根藕，他忍不住劝道：这东西就连我都只能吃一口，你确定要吃吗？苏婉十分确定，并把一只灰扑扑的小鸡仔儿丢给他。我闺女蛮蛮，以后她叫你爹。揪小鸡仔儿十分上道，欢快的在他的手心里撒娇，俨然真把他当亲爹了。他是准天阶的天赋，还不能口吐人言，不过他灵动的小眼睛也没人会把他当普通的禽鸟。宗司礼看着怀中的小鸡仔儿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，甚至额角都冒出冷汗。那个婉婉，她是鬼车凤鸟，还是纯血准天阶的天赋，最重要的是她是雌性，天阶级的雌性，简直闻所未闻。你从哪儿拐来的？什么叫我拐来的？我是他娘，我怀他1个月亲生的。苏婉吃着脆生生的藕，见满满眼巴巴的瞅着他，就掰下来一小截给他。闺女尝尝，你爹亲手采的。对面的宗司礼觉得自己的脑袋不太够使。怎么可能？他真的能生？可现在不仅说是怀了我的孩子，还白送一个天阶的凤鸟闺女，我不会被鬼车凤族追杀吧？满满吃的啾啾直叫，显然非常爱吃。苏婉对还没回过神的宗司礼说：当然，你也有拒绝的权利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不，我愿意当他爹，关键是他亲爹愿意吗？哼，他现在没资格了。什么意思？真有亲爹吗？鬼车凤鸟报复心极强，兽氏大陆排名前3，原因就不说了，反正这闺女他要不着，现在抚养权归我。我肚子里这个，你如果不想要，我也能自己带。要，不管你怀的是谁的崽子，我都收，甭管是不是自己的娃，只要有娃，那在雄性里就是很有面儿的事。只是像我这种天赋的，也就只能做个便宜爹了。难怪他一见到我就直白的要和我交尾，原来是给孩子找爹呢。不论怎样，既然已经上了贼船，他也认了。天阶级的雌性闺女，还有没出生那个，他都全盘接受。苏婉看他那个样子，就知道他想多了，于是解释道：是你的，4天3夜，孩子他爹对自己有点信心，我也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。小美跟他说过了，这一胎依然是单胎，而且天赋现在还是混沌状态，让他多吃点儿，促进天赋发育。好，都是我的孩子。宗司礼看着他，目光柔和且宽容，显然是没信。苏婉瞥了他一眼，便懒得理他了。那什么眼神？他生的孩子虽然受父都不同，但绝对不会乱来，谁的就是谁的，除非对方失格了，不配当爹。满满吃饱后，趴在宗司礼的怀中睡着了，十分依赖的模样。鬼车凤鸟明约，要是能看见这一幕，估计能气得背过气去。崽啊，你崽有奶就是爹呢，你爹我在这儿呢。宗司礼心生，今天喜当爹2次，呵呵，真开心。苏婉心生，男人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呢。这边宗司礼高兴的去给老爹报喜，此时老头正一脸幽怨的跟院长抱怨：天赋越高，子嗣越难有。我儿子天赋这么高，我们老宗家恐怕是要绝后了。没想到这时儿子抱着凤鸟来了，还直接告诉老头，这以后就是你孙女了。老宗打量着眼前的小鸡仔，不一会瞪大眼睛：这既然是凤族的雏鸟，怎么可能你那里弄来的？怎么就是你女儿了？她是苏婉生的，而苏婉在寿林跟了我，她的女儿自然也就是我的。老宗掏掏耳朵，简直难以置信。那丫头不是没有生育力吗？这么说我抱孙子有希望了。他刚要把凤鸟捧起来仔细瞧瞧，这以后可是他孙女了，没想到被一旁的院长抢了过去。等等，这孩子要报给寿皇陛下，由陛下定夺。院长紫苑是寿皇子琪的堂妹，当然是向着自己哥哥。宗司礼想也不想的拒绝。不行，孩子是苏婉的，就是陛下要见，也要经过他的同意。其实他心里是害怕寿皇会把蛮蛮抢走。凤族一脉的生育力天生比其中种族强，而且蛮蛮刚出生天赋就到了半灵境，可以预料成年后将会是雄性争抢的对象。而寿皇那家伙
毫无节操。万一他想养成满满，然后给他生孩子呢？其实宗司里绝对是想多了，人家兽皇打的其实是你媳妇的主意。宗司里没带几天娃，就被学院派去消灭魔兽了。满满又回到了苏婉手上。最近东区大陆出现不少裂缝，无数幻魔兽从裂缝钻出，抓捕大批死性带回黑暗大陆。苏婉一边在旅社养胎，一边照顾满满，还在系统商城买了提升天赋的预售单给他。小家伙成功将天赋提升至天阶，天阶后便能口吐人言。然而很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份平静。旅社内，满满轻啄了一下苏婉的手指。娘，爹去哪儿了？你爹啊，在杀坏蛋。坏蛋是什么？就是幻魔兽。宝贝，娘的心愿就是杀光幻魔兽，任何欺负了你的人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时旅社门口忽然传来一个声音：那我弄丢了女儿，要付出什么？男人不知在门口站了多久，他形容狼狈，声音沙哑，语气满含悔恨。苏婉捧着满满，亲了一下他的呆眸。乖宝，先回去睡会好不好？满满就的叫了一声，想要扭头看看来人，结果被苏婉直接收进了系统空间里。男人的状态着实算不上好，银色长发毛毛糙糙，满脸胡子拉碴，还有那双银色的眼瞳，虽然此时暗淡不少，却仍闪烁着别样的华丽尊贵。苏婉面无表情的：客人住宿吗？住宿。宁宁渊走到柜台前，眼睛直直的看着他，仿佛要看见他的心底。你明明死了，怎么活过来的？为什么不来找我？还有这个女儿是怎么来的？可是你当时还怀了一胎，听说鼠族也有双玉囊的雌性，一个玉囊怀孕，另一个玉囊储存火种，你是不是双玉囊？一早一晚怀了2个，刚才那个也是我的孩子对吗？一连串的问题，苏婉都听炸了，抬头回怼：大哥，我知道你谁呀？我和我孩子对你也没关系吧？苏婉知道他是谁，即便换了模样，换了声音，但曾经日夜相伴那么久，哪能认不出？女人眼神冷漠，杏眼瞪视，妩媚风情流露出来。曾和他不止一夜寻欢的明林渊，被眼前的媚相迷惑，思绪全乱。不好意思，客满了。苏婉冷漠转身上楼，将男人丢在原地。正在这时，旅社的伙计白开心从外面进来，见男人傻傻的立在门口一动不动，上前问道：你是来应聘打工的吧？我昨天刚贴了招工的告示，没想到今天就有人来应聘，你会什么？明林渊犹豫了下，回道：做饭。厨子啊，太好了，咱们旅社就缺个掌勺啊，等我来了。白开心立刻带着明林渊进了旅社，而此时苏婉现在已经回了后院的小楼休息。怀孕的身体总是很容易累，加上看到明林渊心情奇差，原本他以为再见到他，起码能心平气和的和他交谈，当个认识的陌生人。实际上，这个人还是影响到了他的情绪。曾经那样的亲密过，怎么可能真的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？宿主出现异常感情波动，立刻启动清除感情缓存。小美发出不可抗拒的绝对指令，很快苏婉的心绪就平静了下来。现在就是幻魔兽在跟前，恐怕都引不起什么波动。干得好，小美！苏婉怅然叹息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苏婉就带着满满出门了。最后一节酒吧连根藕后已经吃完，宗司里那个奶爸不在，他决定自己去兽林找些天才地宝。两雅前脚离开，后脚明林渊就跟了上去。啾啾，满满扑棱着毛茸茸的小翅膀，战将微微的飞在空中。苏婉满意的点点头，对了，就是这样，满满飞得非常棒。你是凤鸟，将来是要制霸领空的，绝对不能让外人侵犯，所以在飞行上一定要尽早开始练。知道了，娘。满满用尽吃奶的劲儿，扑棱着小翅膀。明明渊在远处瞧着，心疼不已，毛都没长全呢，就这么拼命飞，会受伤的。可是又不敢靠近，怕被发现再赶出去。好了，今天就先练到这，咱们去找吃的吧。娘，那个人好像是爹爹。什么人？苏婉跟着看过去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南蛮歪了歪小脑袋，头上的呆毛也跟着晃晃悠悠的。他走了。苏婉也没放在心上，娘俩开始在天元兽林里四处乱走，系统地图也分辨不出天才地宝，所以只能靠肉眼找。早知道提前问问你爹，酒吧连长在哪了？满满流着口水回道：找酒吧连。苏婉忽然停下了脚步，看着地图中出现了一个陌生人，朝他走过去，打算问问。而男人正是明明渊变换的另一个模样，鬼车凤族的天赋之一便是变换形态，所以当初他能假扮族鲁不被人发现，这次他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兽人。苏婉冲着他喊道：打扰一下，你知道酒伴连在哪吗？酒伴连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明明渊自然知道酒伴连是什么，但他也知道他只有在怀孕的时候才会非常需要天才地宝。目光朝他的腹部扫了一眼，好像腰身确实圆润了点。苏婉回道：家里有人需要补养身体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说完，苏婉掏出了2枚下品金币，不白问的。明明渊没有接金币。我可以带你过去，离这里有些远，你跟我走吧。看来她应该是又怀孕了，这个崽也是我的吗？男人目光朝他肩膀上的满满看去，和小珍珍长得是一模一样。满满也看着他，目露疑惑。父亲，你脸怎么又变了？苏婉听到满满的话，朝他看过去，明因为心下慌了，面上露出震惊之色。他怎么能说话？苏婉开口：别装了，他毫不怀疑满满对血缘至亲的直觉，而且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。明渊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满含歉意道：婉婉，对不起。
苏婉冷淡的回道：“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的是满满。”有系统清理了那些爱恨仇怨的感情，此刻的他十分冷静，不会被情感左右，只会权衡利弊。明林渊看向那只好奇瞅着他的小凤鸟，她叫满满，是我女儿的妹妹吗？苏婉走近了他2步，明林渊见他靠近自己，心跳忽然漏跳了一拍。满满就是明雨珍。明林渊愣住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你说什么？小珍珍和满满？苏婉点头。明林渊看满满的眼神忽然变得愧疚，又有些庆幸，他终于找到女儿了。她怎么到你这里的？我自有我的法子，只是我想知道，为什么你会把刚破壳的满满独自留在房间？你可知道她经历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当时突然进阶灵境。明林渊也十分恨自己，他宁肯自己永远不要进阶，也不想丢失女儿。苏婉有些意外，你也进入灵境了？怎么回事？凡是和我有过关系的都升阶了。不对，祖鲁就想起祖鲁，心底有麻麻的钝痛闪过。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进阶。明林渊挺拔的肩背瞬间松垮了许多。苏婉有些不忍，但还是告诉了他，你确实失去了他一次。说完，手搭在他肩膀上，让系统把那段视频放给他。与他人共享记忆需要支付100积分。果然，只要是和孩子没直接关系的服务，价格都很贵。但这是他该知道的。明林渊正要回应苏婉的主动靠近，没想到接下来他的脑海里，出现了一段此生难忘的记忆。他的小珍珍竟被别人如此残害。记忆播放完后，明林渊的气场彻底变了，滔天的愤怒弥漫全身。加列巴尔鲁，男人语气里恨不得把这个名字的主人剥皮抽筋，熬油亮。他应该是知道你进阶，趁机进入凤宫夺了满满的天赋魂珠。对满满来说，这是他抹不去的痛苦经历。我会把满满的天赋魂珠拿回来。明林渊低头，愧疚的无地自容。满满飞到了他的肩膀上，轻轻的啄他的头发。父亲，不哭。苏婉听到满满的话，诧异的抬头，他竟然哭了。明林渊的身体里忽然冒出一股灰黑色的雾气，但很快又收敛干净。他把满满从肩膀上取下来，递给苏婉，保护好她，我已经不配拥有她了。苏婉不知道说什么，明林渊的目光落在他的肚子上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苏婉如实回答，不是你的，我就一个宝贝不会曾经，这个孩子是宗司里的。宗司里，我知道他，收拾大陆目前最年轻的灵境，他跟我的时候还是天阶，看来是跟你之后进阶的。我们婉婉很旺夫。明林渊看着苏婉，似乎要把她刻印进自己的骨子里。如果我回不来，就让满满继承鬼车凤座。你要做什么？苏婉皱眉说道。别干傻事。满满也拍着肉乎乎的小翅膀飞回到了明林渊的肩膀上。父亲，给我和娘找好吃的。小家伙比较实际，而且自从服用过御兽丹后，胃口就极好，吃的东西比苏婉还要多，不然宗司里采了那么多的酒伴莲，也不会那么快就吃完。明林渊捧着他，眼中全是温柔至极的爱意。爹会给你们找够足够的食物。苏婉看着他望满满时的目光，知道他对满满的爱是无人能超越的。或许是被系统清理了情感缓存，他现在能理性的看待满满被害的事。明林渊也是情有可原，进阶是无法自控的天机，若错过了，这辈子可能都无法再行升阶。于是承诺道，给满满报仇，拿回属于他的天赋魂珠，我就把抚养权给你。明林渊的身体陡然一颤，难以置信瞪大眼睛。你说什么？好话没有第二遍。苏婉从他手中夺过满满，朝前往前走。赶紧滚吧，说不定一会儿我又后悔了。女人可是最善变的。明林渊看着他的背影，脸上露出淡淡笑意，随后身影渐渐消失。苏婉带着满满继续寻找天才地宝，不知道是不是娘俩运气不好，反正就是找不到。最后满满饿的都开始喝系统的奶粉了。苏婉正打算带着满满离开，就见到消失的人再次出现。明林渊一手提着一条大白鱼，一手提着一大束酒伴莲，以及一些他也不认识的花花草草。我去了一趟南北商会，他们从明天开始会向你的旅社送灵材，你和孩子就不用出来冒险了。苏婉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，若是需要什么，也可以跟他们说，南北商会是我的。苏婉这回真意外了，看看肩膀上的满满说，听到没有，你还是个富二代。富二代是什么？苏婉回道，就是你老子有钱，你坐享其成就行。婉婉。明林渊忽然凑近苏婉，苏婉没有退开，抬眼看着他，男人试探着抱住了他，见他没有抗拒，才渐渐收紧，最后像是要把他融入自己的身体里。苏婉放软身体，由着他用力抱紧自己，鼻息间也都是曾经最熟悉的味道，和他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回忆弥漫在心间，不由得低声呢喃着，有机会可以再生一只鸟。本以为明林渊不会听到，没想到他立刻放开了他，眼睛亮得吓人。真的吗？苏婉有些久，这耳朵还挺灵。我说的是，如果有机会，
苏婉想着，等生子系统升级后，少不了要生一批临阶的孩子。有现成的雄性，他也懒得去找。提醒宿主，请尽快进食，维持胎儿天赋进化所需的能量。小美的声音犹如警铃响起，也把她刚刚升起的一丝柔情打散。干饭开始，明明渊异常积极，摇身一变换了一套适合干活的青色便服，高高兴兴的给娘俩做鱼吃。这活太熟了，以前假扮祖鲁的时候，就经常给苏婉做好吃的。苏婉羡慕的看着他，你这衣服是想换就换吗？鬼车凤子的变化术，等满满能化人后，他也会觉醒这个天赋。那还挺好的，闺女长大不愁衣服穿了。苏婉看了眼满满，这小家伙两眼放光的盯着鱼肉，显然已经听不到他们俩在说什么。最后母女俩吃一口喂一口，一条大鱼最鲜美的肉很快就被他们俩吃光了，只剩下一个大鱼头。明明渊半点不浪费的吃干净，对他来说这也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鱼头。吃饱后，满满直接躺在明明渊的头顶上，两脚朝天的睡着。他如此安心的睡觉，苏婉还是头一次见，心里那点对明明渊的芥蒂也彻底消失了。可能对于满满来说，明明渊才是陪他成长的最亲近的人。明明渊见两人困了，便开口说道：“我送你们回去。”苏婉点头，依偎在他的怀里，怀孕的困乏还有熟悉的体香，让他很快就睡着了。明明渊把苏婉送回了旅社，又陪伴了许久，从天亮到天黑，又从天黑到黎明前的黑暗，他一直坐在窗边，手里捧着满满，脑海里回想着苏婉给他看到的记忆。虽然不知道他怎么得到的那些记忆，仿佛他就在现场一样，但那绝对都是真的。轻轻拨开满满胸口处的毛，一道极细的疤还留在上面。第三魔王赤名差，你怕是忘了，我有一半的血来自黑暗大陆。他的身上又开始散发灰黑色雾气，把满满小心翼翼地放在苏婉的胸口上。爹会拿回你的东西，为你报仇。话落，他的身后凭空出现了一道黑暗裂缝，男人坚定转身走进裂缝，开启了复仇计划。明明渊人虽然走了，却让商会每天送来天材地宝给娘俩吃。看见这么多好吃的，满满立刻飞扑上去，张口叼了只雪白的蚕虫吞进肚子，然后一口接一口，很快一整盒就被卸完了。亲自送货的商会会长目瞪口呆，那可是万年冰雪蝉，1万枚上品金币一只。这话换来的却是满满满足的打了个饱嗝。苏婉笑着让人把这些好东西都收起来。明明渊养自己的闺女，天经地义，他收的毫不手软。商会会长得知这天阶的小凤鸟既是贵车凤鸟的继承人，顿时激动起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要给老族长写封信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随后恭敬行了一礼，便带人急忙地走了。伙计白开心忍不住感叹，眼前这堆宝贝随便拿出来一件，可都是价值连城了。刚想到这，就看见小蛮蛮忽然张嘴喷出一个火球，而被他的火球击中了箱子，直接化成了灰烬。苏婉和白开心齐系无语，小家伙也有点自责。娘，我的真火好像进阶了，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突然想吐个火球。苏婉看着那堆灰烬，先安抚满满，没事，不就是少吃一口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就看到那片灰烬忽然动了，一个烧焦了毛的3头小狗从灰烬里跳了出来。原来这箱子里原本装的是3头犬的蛋，这是一种比较少见且珍贵的看门兽。没想到经过凤凰真火淬炼，它们竟然直接孵了出来。汪汪，3个头一起开始叫唤。苏婉头都大了，嫌弃的转身上楼，于是3头犬就成了满满的坐骑，没事就蹲在3头犬的背上，驱使着它四处乱跑。7天后，肚子里的这个崽崽的亲爹宗司礼终于回来了，他也带着一堆灵果给苏婉进补。然而他这次却带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。宗司礼看向他的腹部，一脸严肃的开口：黑暗大陆在抓兽食大陆的雌性，特别是生育力好的雌性。苏婉表情也跟着严肃起来。他们抓雌性是为了繁衍幻魔兽。黑暗大陆突然冒出来一个生子魔神，只要雌性和他交尾就能怀上孩子，而且每一胎至少10个孩子，多的有100多个。苏婉皱眉，惊讶地确认道：什么生子魔神？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。宿主，去黑暗大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不让我去？生子魔神本体是从生子系统逃出去的病毒，需要杀毒，你只要去，我来杀毒。每个雌性在生完幻魔兽后就会死亡。宗司礼声音沉痛，他亲眼看到一个巨大的坑里全是生产后死去的兽人。苏婉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现在孕象已经出来了，而自己生完后也会死，只是他的是假死。上次他就被明灵渊给厚葬了，自己开旅社的钱还是用了这笔陪葬。这次他得提前跟宗司礼说一声，那个我如果生孩子后死了。宗司礼的脸色骤然煞白。不，那我宁肯不要孩子。苏婉抬起手指堵住他的嘴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先别埋我，等我自己活过来。我生完孩子后应该
该有一个假死的事件。上次生满满就出现了这个情况，结果被明灵渊给葬了。提起明灵渊，宗司里目光有些复杂。我这次去黑暗大陆时见到明灵渊了，我当时被2个魔王围攻，幸亏他及时出现，我才有机会脱身。只是宗司里有些迟疑，不知道该不该和苏婉说。你继续说。苏婉看着他的表情，心里生出了一丝担忧。他现在是魔王，他不仅为生子魔王效力，还和黑暗大陆的第1魔王、第2魔王称兄道弟。苏婉摇头回道：魔王不可能，满满好着呢，毕竟基因不可能骗人。想来是明灵渊利用某种方法打进了魔族内部。苏婉想起了满满，他的天赋奥义除了火，还有一个准规则黑暗。或许明灵渊的身世真的和黑暗大陆有关。苏婉没了胃口，就把剩下的半枚果子喂给了宗司里，别浪费。宗司里张口吃下，唇瓣难免碰到了苏婉的手指。苏婉心头微颤，下一瞬又把手指往他的唇齿间探了探，夜色沉沉，这里不好看，我帮你们看了。放纵几次后，苏婉已经累得动不了一点。这十字形屏蔽的系统忽然出声催促：宿主，尽快赶往黑暗大陆，否则将有更多的雌性遭到病毒的迫害。苏婉眼珠一转，小美，去黑暗大陆是你想去的吧？系统无言以对。苏婉抓住了小辫子，赶紧提要求，想让我去也行，但你总得给我点好处吧。除了积分，宿主想要什么？我就想要积分。抱歉，宿主，你可以看看系统商店里的东西，随便挑选1件。10件？不行，最多2件。一人一桶，你来我往，最后谈到了3件物品。苏婉心满意足动身，她并没有跟宗司里说要去黑暗大陆，她肯定不会同意，也没有动用系统的瞬移功能，因为病毒会察觉到系统存在，从而隐匿逃跑。于是苏婉自投罗网，主动找上一个幻魔兽。果然幻魔兽见到是雌性，顿时2眼放光，直接打晕后将苏婉带回了黑暗大陆。幸好有小美保护，否则苏婉差点被刚才那一手刀砍死。黑暗大陆没有活物，空气中弥漫一股难闻的死气，苏婉被熏得连连作呕，吃的系统送的解毒丹才舒服了点。抓苏婉的幻魔兽把苏婉带到一处地下宫殿前，这里有很多人在排队，全都是被强行抓来的给魔神生孩子的雌性，而苏婉却惊讶地看见了一个熟人，裴璇的表妹孙曼柔。这女人凭借自己超上等的生育力，每天上赶着找裴璇刷好感，见到裴璇对苏婉示好，还3番4次地针对过苏婉。苏婉并没有救她的打算，就这么看着她被幻魔兽控制，进入了魔神殿。孙曼柔恢复神智时，发现自己在一处奢华的大殿，一堆长相丑陋、浑身魔气的人像看货品一样打量着她，她顿时吓得惊恐大叫：我哥是裴璇，金金黑豹族的族长，你们敢动我，就等着被灭吧。听到这话，慵懒倚靠在座椅上的明灵渊睁开了眼。裴璇的妹妹。孙曼柔一愣，回头看向说话之人，忽觉感到口干舌燥。黑暗大陆的魔族不都丑陋不堪吗？怎么会有如此俊美的男人，犹如神之？你是谁？你知道我哥？明灵渊当然知道，在他扮演祖鲁时，就知道裴璇曾经也是苏婉的男人。既如此，看在苏婉的面子上，或许他可以伸一把手救救这个女人。于是他开口问道：你认识一个叫苏婉的雌性吗？说起苏婉，孙曼柔就咬牙切齿的：一个老光窝里出来的贱雌，还没有任何生育力。他心里仍在继续谩骂，一个阴沟里来的杂种鼠族，竟然还被神兽学院最优秀的天才雄心宗司里瞧上，甚至还交尾了，简直就是对我们这些贵雌的挑衅和羞辱。明灵渊从首座上起身，轻笑开口：没有任何生育力。你是什么生育力？超上的。孙曼柔无比自豪道，顿时周围的魔兽都骚动了起来。至少能生50个吧，上个超上等的生育力被魔神宠幸后，可是生了109个。孙曼柔顿时吓得软了腿，强烈的不安涌了上来，他朝明灵渊凑近了一些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能把我送回家吗？我爹娘会给你很多赏金的。周围幻魔兽发出桀桀怪笑。老四，你这升级还真是好骗，这个兽人小雌性都喜欢上你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长着牛角、面目狰狞的巨大魔兽走进经验会大殿，所有人都匍匐在地。明灵渊也俯胸一礼：大哥。孙曼柔当即吓得瘫倒在地。你们是一伙的？眼看已经有人来拖走自己，孙曼柔一把抓住了明灵渊的衣摆，跪在地上卑微祈求：不，我不要，救救我好不好？我可以给你生孩子，救救我！明灵渊冷酷地睥睨着他：我的孩子，你不配生。说完，把衣摆从他的手中扯出来。孙曼柔被一个魔兽扛在肩上，谩骂声渐渐走远，直到消失。这边排队的雌性终于轮到了苏婉，却没想到被负责筛查的魔兽嫌弃了。她怀孕了，不需要，不合格。苏婉无语，幸好另一个魔兽过来劝说：但是她有生育力，还是带进去让魔神决定吧。就这样，苏婉成功挺着大肚子混了进去。她被带进一个漆黑的山洞，耳边传来女子的哭声，听着还有点耳熟。借助昏暗的光线，苏婉看见地上躺着几个雌性，其中一个就是孙曼柔。她突然抬眼震惊地朝苏婉看过来，而后又疯狂大笑：你也来了。
可当他看到了苏婉的大肚子，笑声戛然而止。你竟然怀孕了！苏婉身边还有带路的魔兽，不能回应他，只是目光继续呆滞的跟着幻魔兽走。司麦柔突然抱着肚子忽然痛苦的呻吟，幻魔兽对呆滞的苏婉道：被生子魔神赐予魔种后，魔种1刻钟便会孵化，吞噬母体发育。似乎也不在乎他能不能听得懂，只是自言自语的说着。苏婉用眼角余光看向孙曼柔，她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开始消瘦，不过她的目光满是阴毒的盯着他，似乎想要看看他接下来的凄惨下场。又一个雌性被幻魔兽抱了出来，身上的衣服被撕碎了不少，腿间全是血污，灵魂好像彻底消失了，眼中一片死寂般的空洞。幻魔兽继续自言自语：畜子，魔神大人的最爱会吞噬了他们的灵魂，永享极乐。苏婉心里的怒火熊熊燃烧着。小美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要暂时离开宿主的身体，宿主可以离开洞穴，保护好自己。苏婉觉得自己的身体忽然间变得沉重不少，特别是腹部有种沉坠感。原来小美一直都在帮她减轻怀孕带来的不适症状。还有，小美在的时候，她从来不怕危险，此刻却生出了一种久违的恐惧。恰好一个雌性被抽干血肉的尸体出现，倒在她脚边。苏婉忍不住后退一步，然而就这一步却暴露了自己。看守的幻魔兽发现她的神智醒了，二话不说，用魔力凝成一道箭矢朝她射去。苏婉闪身避过，然后一手护住肚子，另一只手祭出数道火球，飞向幻魔兽。幻魔兽没想到它是有天赋的雌性，还是火系，而火系恰是魔气的克星。幻魔兽立刻痛苦的哀嚎，随后化为灰烬，周围的魔气也都被苏婉的火点燃，周围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。苏婉见放火系这么好使，立刻把满满从空间里放了出来。闺女，放火！满满兴奋的张口吐出一个大火球。苏婉的火球只是一片片火焰，而满满吐出的火球就高级多了。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响起，苏婉捂住了耳朵。爆炸声结束后，苏婉走向洞穴的深处，那里应该是生子魔神所在的地方，而现在那处只有一个巨大的癞蛤蟆形炭灰。难道生子魔神是个大癞蛤蟆？如果是，显然已经被火烧死。可小美并没有回来。与此同时，外殿的第4魔神明林渊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飞身出了宫殿。他远远看到一片火光冲天而起，那火的威力和气息竟是自家闺女的天火。他立刻瞬移前往爆炸现场，其他魔王见状也瞬间大惊失色，纷纷跟了上去。同一时间，空中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，一个紫发紫眸尊贵至极的男人带着一群人从裂缝中走出来。苏婉见有人来了，不想让满满引人注意，迅速的把他收回了系统空间中，仰头望着忽然出现的这群人。最前面的那个男人他见过，当初带黑豹崽崽去温泉洗澡时，他悄无声息的出现在自己身后，还吓了他一跳，抱着小号瞬移跑了。现在看来，估计他就是兽皇子琪。他左手方站着裴玄，裴玄的怀里还抱着小号。自从丢过一次儿子后，他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他。此时他的目光直直的落在苏婉的身上，特别是他圆滚滚的肚子，目光极其复杂。苏婉冲他扬手，脸上露出温柔的笑容：嗨，小号宝贝，有没有想娘啊？小号看到苏婉也非常激动。娘娘，你快从火里出来！苏婉抬手，又一个火球，火焰遇到魔气，瞬间被炸成了一片片火花，跟烟花一样漂亮。小号瞪大了眼睛：好厉害，娘亲好厉害啊！苏婉玩笑问：那是娘厉害还是爹厉害？裴玄的脸色瞬间有些僵硬，不过小号才不管。娘厉害，娘厉害，小号要跟娘学放火花。子琪笑着看向裴玄，还有他怀中的小号。哦，你娘怎么个厉害法？说给干爹听听。裴玄皱眉，显然不喜欢子琪打探苏婉的事。就在这时，空间裂缝里又出来了一个人，宗司礼。他一个瞬移便来到了苏婉的身旁，然后抱起她从火海中出来。苏婉反手搂住了他的脖子：你来了。宗司礼立刻检查他的全身，最后确定没有受伤，肚子里的孩子也安然无恙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我去找你，发现你不见了。苏婉点头：我被幻魔兽抓来黑暗大陆，放心吧，我好好的呢。子琪玩味的又对裴玄道：你完了。裴玄依然面无表情，看不出喜怒，只盯着对面急速靠近的数道魔影。宗司礼把苏婉护在怀中，也警惕着，直到魔影停下现出身形，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寒气。既是黑暗大陆第1魔王和第2魔王，以及一个浑身罩在黑斗篷下的高大魔人。男人正是潜伏在魔族的明林渊，双方势均力敌，都有临近巅峰的强者在场，谁都不敢轻易动手。这时第2魔王注意到挺着大肚子的苏婉，不禁眼睛一亮：这雌性可是怀了魔神的孩子。苏婉嘴角一抽：不好意思，你们魔神被我烧死了。霍尔克那张猴子脸顿时变得狰狞：你放的火，诺诺，杀了他！明林渊扮演的莫诺仍然一动不动，甚至还后退了一步，表示自己并不想开战。开玩笑，拿他老婆开刀那哪行？这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浓密的大卷发配上火辣的身材，吸引了在场所有雄性的目光。来人，这是第3魔王杰利亚。苏婉低头看看自己的身材，大肚子没有，虽然因为怀孕胸也比较圆，但是远不如杰利亚的。抬手捂住了宗司礼的眼睛：
不许看，只能看我。宗司礼忍俊不禁。当然，你在我心里是最美的。苏婉顿时羞红了脸。裴玄朝宗司礼看了一眼，神色更冷漠了。小浩不懂大人间的事，见苏婉和宗司礼很亲密，心里就有点吃袜。娘，抱抱小浩。苏婉笑着张开了手，小浩从裴玄的怀中一跃而下，钻进苏婉怀里。苏婉对有点懵的宗司礼道：“这也是我生的，他叫小浩。”宗司礼有点难以相信，因为他看起来很小，除非他是很短时间内怀了一胎又一胎，还每一胎天赋都是天阶。慢慢的，他很安全。苏婉抱着小浩看向那个黑斗篷魔人莫诺，他怀疑这人是明明渊。满满很安全，这话也是说给他听的。莫诺听到他的话后放了心，模糊了自己的存在感，甚至退到了几人的后面。子琪打量着苏婉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。裴玄微微蹙眉，警告道：“别招惹他。”子琪轻笑了下，却没答应，视线转移和王女杰利亚谈判起来。苏婉自从知道了杰利亚的身份，整个人便紧绷起来。满满的天赋魂珠，可是在他身上，如果是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把魂珠留下。明明渊到现在都没有动手，应该也是有所顾忌。宿主，请尽快离开黑暗大陆。病毒死了，但他在新生的化魔兽体内都编写了爆炸程序，还有10秒钟。苏婉不禁感叹系统的能量如此之大。其实一开始知道小美的存在时，苏婉很是反感，毕竟没有女人愿意做生子工具，即便不用投入感情，只把那些男人当做工具也是抗拒的。但她想要重生，想回家和妈妈相聚，而且这些工具雄性长得还怪好看，完美的满足了她的欲求。她喜欢性子，也很享受性子，对她来说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。至于此刻马上爆炸，10秒钟内她必须逃离。苏婉抱着小浩，快回旅社去。宗司礼忙问怎么了？兽皇正在和魔族谈判，谈不拢随时可能开战，他怎能临时退缩呢？苏婉灵机一动，尖叫一声：“我要生了，快回！”这6个字比天塌了都好使。宗司礼立刻抱着苏婉还有他怀里的小浩瞬移到了空间裂缝前。裴玄见自己儿子被抱走，立刻也跟了上去。兽皇子琪看着几人的背影，咂巴了一下舌尖，好像还没见我雌性生孩子。他转头对魔族的几人道：“本皇先回去一趟，马上回来，你们先把7位魔王聚齐了，我们再谈判。”说完也带人紧跟着苏婉他们而去。而明灵渊则是留在了黑暗大陆。他回头看向杰利亚，他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然而等裴玄和宗司礼赶到时，却没有发现苏婉的身影，因为此刻苏婉已经被子期后来居上，强抢到了自己的寝宫。男人信步朝苏婉一步步逼近。不是说要生啊，生啊，本皇好戏的很，就看